男人只是召唤出了一把黑色的镰刀，却震惊了在场所有人，因为这把镰刀不仅仅是全服第一玩家的代名词，更是死亡的象征。凡是见过他的人都已成了镰刀下的亡魂。原来这是男人的第100次轮回，曾经他凭一己之力通关了所有关卡，却在进入最后的房间时，因为组队人员不足5人被强制抹杀，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消亡，他不得不开启最后的轮回。而当他再次睁开双眼，又出现在这个熟悉的地方。此时人们聚集在广场上为新年倒计时，可随着最后1秒落下，一道耀眼的光芒笼罩整个广场，只见一个圣洁无比的天使降临人间，所有人都被他那迷人的美貌吸引住了，可只有刘敏不为所动。就算这样的场景已经经历了99次，但仍然令他感到恶心。而就在这时，广场上一个男人质疑天使是不是假扮的，可天使仅仅一个眼神，男人的头颅瞬间就爆裂开来。这一幕吓傻了在场所有人，他们纷纷开始逃窜。然而天使的下一句话就让众人不敢动弹，卑劣的人类居然敢对天使不敬，如果不想死的就乖乖站着别动。说罢，他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脚下的人类。从今天开始，18岁到29岁的人类将被传送到新的空间，在那里你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完成任务。当然你们也可以认为，只有完成任务的人才能活下来。此话一出，众人再次陷入了恐惧。可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一道霞光瞬间笼罩天际，全球18亿人类被传送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。随着游戏正式开始，刘敏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曾经的模样，名字依然是黑色镰刀。这副身体自从第12次轮回后就一直在使用，以至于他都有一种这才是本体的错觉。不过当他再次看到自己的属性面板，刘敏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轮回了99次，又得重新开始。与此同时，草原上再次响起了天使的声音：看来你们都很喜欢新的身体，那么接下来就看看我送给你们的礼物吧。只见所有人的物品栏中赫然出现了一个符文碎片，一及时使用就能获得随机天赋。不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天使只是随手打了一个响指，众人眼前突然弹出了一个任务窗口。第一回合，每人击杀100只哥布林。下一秒，一道金光从天而降，远处赫然出现了一只哥布林。就在众人以为能像打游戏一样轻松时，天使的脸上却露出了狰狞的笑容。紧随着无数道亮光再次降临，一群哥布林挥舞着武器朝着他们疯狂袭去。面对如此数量的怪物，所有人都被这一幕吓愣在了原地。而就在这时，刘敏默默地穿过人群，直接一脚踹在哥布林头上，然后捡起地上的武器，朝着其余怪物疯狂杀去。而他之所以如此，就是为了吸引天使的注意。在看到刘敏能够如此轻松解决怪物，所有人都充满了信心。然而他们都高估了自己的实力。随着哥布林冲入人群，人类一个接一个倒下。这一刻他们才知道怪物的恐怖，恐惧彻底占据了他们的内心，生存的本能让他们开始四散逃窜，整个场面顿时变得惨不忍睹。只有刘敏知道，在这个草原里，逃跑是无济于事的。想要在这个游戏里活下去，就必须放下现代人的仁慈。此时看着垂死挣扎的人类，天使却露出了戏谑的笑容。对于他而言，没有什么比看人类与怪物战斗更有趣了。这时刘敏的进度已经达到 70%， 当天使准备查看他的状态信息时，却发现除了任务进度外，其他所有的情报都看不到，这让他作为上位者的尊严得到了挑衅，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。不久后，随着刘敏手上的武器划过最后一只哥布林的身体，他率先完成了第一个任务，等级也提升到了5级。他将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到了敏捷上面，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回避率，还能提高攻速与移动速度。与此同时，眼前弹出了系统奖励，恭喜你成为全区域第一个完成任务的玩家，您将获得一张稀有武器兑换券以及特别奖励宝箱一个。虽然兑换的稀有武器只是新手级别，但对于前期的玩家来说，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他果断选择了3把武器中的短剑。至于那个奖励宝箱，他并没有急着使用，反而一脸严肃地打开了自己的状态栏，上面赫然多出了一个隐藏称号：最后的时间逆行者。这是他在使用完符文碎片后获得的称号，在前面99次轮回中从没出现过的东西。由于符文碎片感应到他的体内存在印记的痕迹，所以标记失败后他获得了这个称号，其效果是能让他死亡的时候以灵魂形态再停留1分钟，并且可以满血复活1次。要知道在这个游戏中，复活是只有祭司才能使用的技能，可就算复活后，体力也只能恢复 30%。然而这个称号却能满血复活，看来他得到了不得了的东西，而这也是他为什么选择将状态栏设为隐藏的原因。与此同时，草原上的哥布林也被人类全部杀完，可仍有很多人的任务没有完成。看着同伴们渐渐消散的身体，剩下的人类都以为这次任务终于结束了。然而只见天使再次露出了戏谑的笑容，紧接着数以万计的哥布林再次被召唤到了草原上。精疲力尽的人们不得不再次投身到战斗中。随着完成任务的人数不断增多，当通关人数达到5143人时，所有的怪物却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通关的人数已经超过该区域的一半，那么剩下的人就消失吧。说罢，一道道金光从天而降，将没有完成任务的人全部笼罩。下一秒，他们便化为点点星光，渐渐消散。而这时，天使也将目光落到了刘敏的身上。没想到我负责的区域竟然出现了全区域第1名，难道你是得到了什么特别的符文吗？然而此话一出，他就后悔了。不过却正中刘敏下怀，他不急不缓地反问：你不是可以看到我的状态窗口吗？天使只能故作镇定，表示他当然知道，只不过是随口一问而已。看到天使露出了破绽，刘敏乘胜追击，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：作为第一个通关的人类，我希望你能给我更好的奖励。
在场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天使的神情也骤然阴沉下来。区区一个蝼蚁竟敢当众羞辱于他，此刻他只想狠狠捏爆这该死的人类。然而他现在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过很快他就想到了新的方法。原本我可以马上拒绝你，不过有一个好主意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吧。闻言，众人都投去了羡慕的眼神。刘明也并没有拒绝，于是跟着天使独自前往树林深处。当两人来到了树林中心，此时天使的脸上却露出了一抹厉色。若不是不想被上面的人追究责任，他早就对这个贪婪的人类动手了。不过只要过了这个地方，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，他就可以毫无顾忌。然而就在他转身询问刘明想要什么奖励时，迎接他的却是狠狠的一拳。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区区人类竟敢打他。可就在他回过神的时候，刘敏的声音已经从原地消失，下一秒便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紧接着不动声色抓住他的翅膀，随着一声撕裂响彻天际，刘敏硬生生扯下了天使的翅膀。装什么逼？你现在是逃不掉了吧？说罢，再次用力将另一扇翅膀扯下。此时天使再也没有了刚才的傲慢与戏谑，他满脸痛苦地看向刘敏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只见刘敏缓缓举起天使的翅膀，上面赫然藏着一柄锋利的匕首。你不是打算用匕首杀了我吗？天使却极力否认，他从来没有这样想过。只见刘敏微微一笑，不离儿，你不用说谎，你的心事都已经写在脸上了。天使彻底愣住了，这个男人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？然而不等他继续追问，刘敏便抽出了那把稀有武器。看到武器的那一刻，天使彻底慌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难道不怕被我爆头吗？闻言，刘敏却丝毫没有动容，因为他知道天使在这个地方已经没有杀他的能力了。说罢，他一个闪身出现在天使身前，短剑毫无阻力地没入了天使的心脏。鼻子同时，刘明的耳边响起了提示：恭喜您成为第一个杀死天使的玩家，成功获得天使之血以及虐杀符文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玩家只要到达了10级就能转职成各种职业，而转职的条件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通过狩猎或者满足一些简单的要求，就能获得相应的转职道具。但却有一种例外，那就是唯一性隐藏职业。在所有的玩家中，只有一个人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获得其转职装备，而唯一隐藏职业不仅拥有额外的能力值，还能获得专属符文和技能。作为第一个杀死天使的人，刘敏得到了转职唯一隐藏职业死神的道具。不过对于这些他却不是很在意，毕竟他已经轮回了99次。曾经他凭借这一职业到达了最后一关，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一开始。不过看着手上新获得的虐杀符文，他倒是感到很开心，毕竟这个符文能让他在同一回合内每击杀一个敌人就提高1%的能力值。待将符文吸收完毕，他打开了作为全区第1名的奖励宝箱，请在下面特殊奖励中选择一项。对于现在的刘敏来说，快速提升到10级，完成转职才是最重要的，所以他果断选择了3倍经验加成。这已经是他最后的轮回，没有退路可言。所以为了变强，他必须不择手段。随着这个世界渐渐消散，所有人的灵魂重新回归到了现实，人们都以为刚才的一切不过只是一场梦。然而有人却发现仍有一些人躺在地上没有反应，在确认他们都已经失去生命后，人们这才彻底认清现实。直到有一个人无意间说了一句状态栏，他的眼前赫然出现了属性窗口。这时人们才发现，原来他们在梦中获得的能力竟也被带回到了现实，只要轻轻一用力，就将坚硬的石头捏成粉碎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地开始争相报道凌晨发生的事情。看着屏幕上而定报道，刘敏陷入了沉思，因为他知道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随着玩家的等级越来越高，他们在现实中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，届时即使是最先进的武器也难以镇压。此刻刘敏心中也早有打算，为了通过最后一个关卡，他还需要组建一支5人小队。除此之外，对于其他的玩家，他必须用实力镇压他们，毕竟他也不想看到还没通关之前地球就灭亡了。理清一切后，回到家时已经是深夜。看到桌面上的泡面，刘敏心中不由得一阵心疼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他便和弟弟刘源相依为命。然而弟弟在学校却总是被人欺负，但从今以后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他将熟睡中的弟弟叫醒，然后一脸严肃地让他跟自己出去。虽然对于哥哥的举动，刘源感到很是疑惑，但他却没有任何迟疑，便穿好了衣服。直到刘敏让他查看一下新闻报道，这才得知今天竟然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。发现哥哥也被卷进了这件事，刘源的心中不由得担心起来。自从父母去世后，哥哥的坚强担负起了整个家的责任，但坚强和杀死100只怪物完全是两码事。不过刘敏深知弟弟心中所想，他让刘源不用担心，现在的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哥哥了。接下来他们要前往欺负弟弟的不良少女方太奎的老巢。在刘敏第一次回归的时候，由于战斗的疲惫让他回到家里倒头就睡。然而第二天却接到了弟弟被人重伤的消息，不仅双眼失明，而且落下了终身残疾，这也成了他遗憾终生的一天。所以他绝不容许任何人再次伤害弟弟。与此同时，方太奎正因为小弟没有收到保护费大打出手，眼看不知道从哪里弄钱，于是想到了经常被他欺负的刘源。可就在这时，刘敏带着弟弟赫然出现在门口，看到两人出现，方太奎心中不由一喜，真是说曹操就到。在得知刘源身边的人是他的哥哥后，方太奎却更加嚣张起来，没想到你还敢打小报告，那么今天你们两个都死定了。说罢便吩咐小弟上前拿钱。可对于小弟们的挑衅，刘敏只是冷冷一笑，随即一拳打在领头的脸上。其余的小弟见状纷纷向前冲来，可在刘敏的眼中，他们的攻击简直不堪一击。随着1拳、2拳、3拳击出，顷刻间众人便倒在了地上无法动弹。但即便如此，方太奎依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。你以为学了一点拳击就想打败我吗？要知道体重在拳击里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原来他是想凭借庞大的身躯将刘敏碾压，可刘敏的眼中却充满了不屑。这嚣张的气焰顿时让方太奎火冒三丈，他举起拳头狠狠砸向刘敏的脑袋。
然而任凭他怎么攻击，刘敏总是能轻松躲过。方太奎顿时就慌了，刘敏的身影在他眼中犹如鬼魅。可不等他清醒过来，耳边便传来了刘敏的声音：“接下来该轮到我了。”只见一股蓝色火焰从他的手上迸发而出，下一秒径直轰击在方太奎的脸上。突如其来的攻击直接将方太奎打懵，他满脸的不可置信，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他。于是他再次奋起拳头朝着刘敏袭去，他认为只要能打中一拳就一定能将此人击败，可这一切不过只是徒劳。在玩家面前，普通人的攻击简直就是儿戏。当一拳接着一拳轰击在他的脸上，方太奎这才知道两人之间的差距，他跪倒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可刘敏却没有丝毫怜悯。曾经弟弟受的伤害，即使轮回无数次，那种感觉也永远都无法忘记。此刻他的脸上只有深渊般的寒意，他默默地抓起方太奎的手，你不该动我的弟弟。说罢，只听咔嚓一声传出，方太奎的5根手指尽数被折断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杀猪般的嚎叫。可刘敏并没有就此放过他，当一声脆响再次传出，方太奎也彻底变成了废人。将一切解决完毕，对于刚才的一切，刘元感到很是惊讶。难道哥哥偷偷学习了武术吗？对此刘敏只是微微一笑，这就是玩家的能力，而他之所以能够轻松躲开攻击，就是因为他将异世界的能力值带到了现实。不仅如此，玩家还能召唤异世界的物品，就像这样。说罢，他的手上泛起一阵霞光，只见一柄短剑赫然出现，这一幕顿时把刘元羡慕坏了。刘敏将异世界全部的情况都告诉了弟，但他并没有将自己重生的事情说出来，因为在他到达第11关的时候，发生了弟弟被玩家绑架的事情。虽然最后报了仇，但他不想让弟弟因为他受到任何屈辱，所以在玩家之间的战争中，为了保护好弟弟，他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之后他将所有的积蓄都取了出来，他要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这也是他每次重生都会做的事。男人带着记忆重生了100次，而他每次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花光积蓄买彩票。弟弟看后以为他一定是疯了，可当看到中奖号码时，他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大逼斗，反复确认这不是做梦后，他兴奋地举着彩票跳起了舞。这里足足有100注头等奖，马上他们就能变成1000亿富翁。可对此刘敏却习以为常，因为他深知未来即将发生什么。由于全世界一夜间死了9亿人，全球经济开始发生动摇，随之而来玩家之间的交易变得频繁，想要获得更强大的力量就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。第二天，刘敏轻车熟路地来到银行兑换奖金，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几十次，所以他丝毫没有感到紧张。倒是工作人员看到中奖的人是个中学生后，被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么尊贵的客户，只有他们的行长才够资格接待。片刻后，银行长屁颠屁颠地前来迎接，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了贵宾接待室，直到确认完100注号码都是头等奖后，兑奖员的眼珠子都瞪了出来。中奖金额一共是250亿。在拿到奖金后，刘敏第一时间开设了一个股票账户，他用200亿买下了一只潜力股，因为他知道3个月后这只股票的市值将翻5倍。紧接着他用剩下的钱在全市最豪华的小区买下了一套大房子。回到家后，弟弟仍是沉浸在中奖的喜悦中，但得知哥哥一掷千金的做法，他的脸上写满了疑惑。对于弟弟的不断追问，刘敏只能找个理由搪塞过去，表示他在梦中梦到过4次中奖号码，所以钱的事情不用担心。不久后，刘敏带着弟弟来到了新的住处，这里作为全市最豪华的小区，其物业费就高达每月2000万，但刘敏却丝毫不心疼，因为这里的安保是 H 国最顶尖的。由于每月1号玩家的灵魂都会进入游戏世界，届时玩家的本体都将陷入沉睡。除了天灾之外，若是有人雇佣杀手对玩家下手，那他们将毫无反抗之力，所以一个安全的环境是必不可少的。与此同时，一处僻静的地方，一名男子狠狠一拳砸在墙上，墙面在剧烈的轰击下瞬间就碎裂开来。此人正是刘敏的同学黄永明，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个恃强凌弱的混蛋。作为通关第1回合的玩家，他将所有的属性点都加到了力量上面，信心暴涨的他又一次把目标放到了刘敏身上。只因刘敏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便毫不犹豫地来到他的家里，想要借此好好教训一番。可敲了半天门都没有任何回应，直到房东被噪音吵醒，才从他的口中得知刘敏一家早上就搬离了此处。黄永明虽然感到很是震惊，但他并没有打算就此作罢。而另一边，刘敏很快就收到了黄永明打来的电话，看来他知道我搬家了，虽然以后在异世界还会碰到，但现实中应该不会再见面了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再理会。第二天，刘敏两兄弟带着礼物挨家挨户拜访，毕竟和邻居打好关系也是必不可少。可到了楼上，他们按了半天门铃都没反应，就当他们以为没人在家时，电梯里走出了一位楚楚动人的女子，正是这间房子的主人。可不等他们说明来意，就被保镖当成狂热粉丝强行赶走。然而对于他们的不礼貌，弟弟不仅没有感到生气，反而还沉浸在喜悦中无法自拔。没想到我们的邻居竟然是当红明星徐雅玲。刘敏听后却是一头雾水，徐雅玲是谁？与此同时，徐雅玲回到房间后却露出了一脸的愁容，她不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许多比她出色的前辈都在第1回合中失去了生命，而她勉强能再活下来，也是靠着保镖的帮助。虽然对于保镖的实力她并不怀疑，但作为公司安排给她的经纪人，始终觉得他是在监视自己。此刻她想到了那个犹如魔神般的男人，和他比起来，所有人都失去了光彩。拥有如此强大实力的人，在现实中又是怎样的人呢？若是能待在这个强者的身边，或许他第2回合也能活下来吧。随着第2回合游戏正式开始，所有玩家都被准时传送到了异世界。虽然这一次他们没有之前的惊慌失措，但心中依然还是充满了恐惧。当他们发现这一关卡换了一个新的天使，都露出了惊讶不已的表情。可还不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天使便开始讲解第2回合的规则。这一关玩家不需要与怪物厮杀，只需要在3个小时后选出1名区域领导，完成投票就可以被传送回家。
而那名被选出的领导者不仅能拥有操控他人的能力，而且还可以随意决定他人的生死。听到第二关的规则，所有人都露出了喜色，这代表着每个人都能活着离开这里。然而唯独刘敏的脸色越发凝重，因为只有他知道，在权力面前，人性的黑暗将暴露无遗。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，这一切都无关紧要，而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到达10级。于是他果断朝着树林中走去，在3倍经验的加持下，一路上的怪物都成了他转职路上的垫脚石。很快他的等级便已经升到了9级，他仍是将所有属性点加到了敏捷上面，毕竟前期即使拥有再强的力量，如果无法躲开致命伤害，最后也只能死翘翘。就在刘敏准备继续前进的时候，突然身后传来一丝异样。刚才他一直沉浸在战斗当中，竟一时间没察觉被人跟踪。不管你是谁，如果不想死的话，就给我滚出来！话音刚落，只见草丛里踉踉跄跄钻出一个人影，竟是令无数男人魂牵梦绕的女神徐雅玲，而她的身后还跟着一个男人。他们连忙道歉，表示自己没有恶意。可面对如此动人的美女，刘敏却丝毫没有动容，反而在看清她身边的男子后，心中不由得一颤。他竟然是天魔的心腹安上者。天魔马景睿是 H 国顶尖家族的长子，也是刘敏看中的人物之一。如果能将他拉拢到自己的小队里，不仅对以后的发展有利，而且还能把他身边的祭司拉进来，届时挑战最后的关卡就更有把握。可这时刘敏却又感到疑惑，安上哲为何会与徐雅玲在一起？难道他就是那个跟在徐雅玲身旁的保镖？没想到竟这么快就遇见了。虽然他很讨厌这种不能预测的感觉，但最后还是耐心地询问他们为什么要跟着自己。徐雅玲听完不自觉就紧张了起来，她颤颤巍巍地表示想要和他组队，然而刘敏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邀请。现在的他不想浪费任何时间，说罢转身继续往树林深处走去。看着刘敏渐渐消失的背影，徐雅玲整个身体都瘫软在地上，刚才那强大的气场压得她快喘不过气来。与此同时，刘敏的身影继续穿梭在丛林中，所过之处怪物无一幸免于难。当第65只怪物被斩杀的时候，他也顺利到达了10级，同时他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，支线任务已开启，请在投票前完成转职，成功转职将获得装备5折优惠券。他果断掏出了那瓶天使之血，在按下确认按钮后，随着一道霞光笼罩全身，他顺利转职成了唯一隐藏职业死神。在使用镰刀武器时，攻击力将提升2倍，并且在晚上可以额外增加50%的攻击力。与此同时，他获得了死神的专属技能，以及一把专属武器死神镰刀。除此之外，作为第一个转职的玩家，他还学会了价值2万金币的公用技能追踪，只要目标的昵称和样貌一致，就能被完全追踪到。于是他直接对黄永明释放了这个技能。令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家伙竟然离他不到200米。他循着箭头的指示朝着黄永明走去，而这一边安上哲正带着重伤的徐雅玲疯狂逃命，但很快就被黄永明一行人给追上。他扬言只要徐雅玲将他服侍好了，就饶他们不死。安上哲闻言顿时就犹豫了，要是早知道他们的目标是徐雅玲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抛下她独自逃跑。但转念一想，若是没有保护好这个女人，马景睿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她。想到这里，他举起武器准备殊死搏斗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刘敏缓缓从树林中走出来，看清来人后，众人皆是一惊，这家伙怎么突然出现在这里？安上哲犹如看到了救命稻草，不断恳求刘敏救救他们。黄永明却不知死活地劝他不要多管闲事。只见刘敏冷冷一笑，一股恐怖的猩红之力笼罩全身，下一秒便幻化出了死神的镰刀。想着反正他也看不惯黄永明的行为，不如借此机会卖马景睿一个人情，说不定以后还有意外的收获。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变故，黄永明几人瞬间就被吓得冷汗直冒。可转念一想，如今他将属性点都加到了力量上面，相比较之前有了质的飞跃，说不定可以一拳将眼前的家伙击败。想到这里，黄永明又觉得自己行了，他嚣张地举起拳头就要给刘敏一点颜色看看。刘敏却是一脸的不屑，他甚至还收起了武器。随着他的身影从原地消失，下一秒黄永明整个身躯都倒飞了出去。然而他的攻击并没有就此结束，看到黄永明嘴上还骂骂咧咧，刘敏一把抓起他的衣领，紧接着拳头犹如机关枪轰击在脸上。这一刻黄永明彻底的懵了，自己究竟是惹到了怎样的存在？就在这时，有人竟不讲武德想要搞偷袭，可他的攻击又怎么伤得了 buff 加满的主角？只见几个闪身便轻松躲过了袭来的剑士。既然你动用了武器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说罢，那猩红的镰刀再次出现，随着几道血影划过虚空，几人便倒在了血泊当中。不过刘敏并没有直接取走他们的性命，相较于让他们痛快的死掉，不如让他们感受死亡带来的恐惧更为美妙。解决完这几个卡勒咪，他转头看向躲起来的黄永明，不等他从惊恐中反应过来，下一秒同样斩下了他的一只胳膊。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了杀猪般的嚎叫，可刘敏心中却没有丝毫怜悯。相比较他们给自己带来的折磨，这点痛苦根本不值一提。而刚才的一幕幕也让安上哲感到一阵胆寒，能如此果断决绝的男人，也就只有马景睿能与之媲美了吧。他们再次向刘敏表达了救命之情，可圣母徐雅玲却又担心起这些人会不会就这么死掉。他的想法不禁让刘敏也感到一阵厌恶，太心软的人在这种地方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不过最后刘敏还是留下了几人的性命，这并不是因为他圣母心泛滥，而是在如今的情况下，通关人数越少反而会对局势越不好。至于安上哲担心的不斩草除根会后患无穷，刘敏却丝毫没放在心上，就凭这几个人对他还造成不了任何威胁。随着第2轮的通关规则被公布，草原上的玩家都在为了选谁当区域领导争论不休。就在他们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一名绿发青年站了出来，他
他建议大家不要再这样浪费时间，得尽快选出一个领导者才行。他的声音犹如鬼魅映入玩家的脑海，人们不自觉就停止了争吵，耐心的等待他接下来的发言。这并不是因为他拥有多大的人格魅力，而是开局他抽到了罕见的劝说符文，对于比自己等级低的玩家能增加极大的说服力。在第一回合时，他便凭借这一符文，让其他玩家心甘情愿帮他完成任务。如今他又想借助这个符文蛊惑人心。此时绿发青年再次建议大家先选出5名代表作为候选人，然后再从5个代表中选出领导者。很快就有人推荐绿发青年作为候选人之一，因为领导者需要强大的统筹能力，同时也有人推举排名第1的黑色镰刀，强大的实力也是不可或缺的。然而就在绿发青年准备进一步说服大家时，耳边却传来了一个异样的声音：光凭你动几下嘴皮子就想成为领导者吗？简直是太可笑了。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赫然出现，绿发青年还想继续说些什么，可不等他来得及反应，只见一柄匕首瞬间划过了他的喉咙。绿发青年的脸上写满了愤怒与不甘，然而一切都为时已晚。见状，周围的玩家都陷入了恐慌，这家伙竟然真的杀人了。人们纷纷开始指责男人是个杀人犯，可男人二话不说便对着人群大开杀戒。在这个没有法律与道德约束的地方，人性的恶彻底暴露无遗。他举起武器威胁剩下的人，如果谁不给我投票，那么下一回合我一定会杀了他。恐惧彻底笼罩了整个草原，而男人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得到掌控他们生死的权利。他要杀掉黑色镰刀，取代他成为这个区域的第1名。可他永远都不会想到，此时的刘敏已经不是他能觊觎的对象。当刘敏的等级到达了16级，树林中的怪物几乎被他消灭殆尽，而投票的时间也即将到来。随着一道亮光闪过，当刘敏再次睁开眼睛，已经回到了草原之上，可映入眼帘的却是满地的尸体。看来这一次掌握局势的是排名第2的赵二狗。这个家伙凶残暴力，是个不定时的炸弹，虽然很想快点将他解决，但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看到刘敏出现在草原上，赵二狗竟嚣张地朝他走来，并且扬言只要成为他的部下就放他一马。刘敏却是冷冷一笑，若是你跪下来求饶，我倒是可以放你一马。说罢，那柄死神之镰再次出现在手上，那骇人的气势也让赵二狗为之一颤。这家伙什么时候弄到了武器？此刻赵二狗的脸上冷汗直冒，可明知现在敌不过对方，仍是不知死活的继续挑衅，然后掏出武器想要以死相拼。可刘敏却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。在第3回合，这个家伙还有利用的价值，况且天使也是时候出现了。也就在此时，天使的声音传遍整个草原，3个小时的时间已经到了，请开始你们的投票。如果5分钟之内没有完成投票的玩家将会被消灭。闻言，人们纷纷按下了投票按钮。随着投票时间结束，赵二狗果然获得了最多的票数，而刘敏位列第2，和他仅相差300多票。此时赵二狗的脸上写满了得意之色，有了这个领导权，他要第一时间下令杀了刘敏。可接下来天使宣布的结果却让他大为震惊，赵二狗的确得到了区域的领导权，但下令的次数被限制在了10次，并且对每人只能使用1次。除此之外，对已转职的玩家无效。不等他从惊愕中反应过来，天使继续宣布这一关的隐藏任务。得知在投票前还能完成转职任务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愚蠢的他们竟然在这里浪费了3个小时的宝贵时间。最后公布统计结果，全区域8亿玩家中也只有1%的人完成了转职任务，而刘敏仅用39分钟便转职成为了死神，他的速度遥遥领先所有玩家。而此时最难受的还是赵二狗，本想靠着领导权将刘敏杀死，可如今所有人都知道他只有10次的命令权限，而且最后还奈何不了刘敏分毫。他耗费心机获得的权能竟如此鸡肋，还让他得罪了其他5000名玩家，没想到小丑竟然是自己。与此同时，作为全区域排名第1的玩家，刘敏转职为死神这一职业也引起了天使的注意，并且对于他的昵称和职业如此相似表示了质疑。难道你提前知道死神这个职业吗？可对此刘敏却并未多说什么，因为即使是天使也不知道转职为死神的过程，他将一切都归结到巧合上面。所有的信息公布完毕后，接下来就是发放排名奖励。作为全区域第1名，刘敏获得了一张低级装备兑换券以及特殊宝箱1个。同样，他选择了最适合自己职业的皮甲，还有就是第3回合30%经验加成的棒。很快第2回合也正式结束，所有人的灵魂都被送回到了现实的身体里，而那些在游戏中缺胳膊断腿的玩家回到现实后也都毫发无损。而这一边，徐雅玲回到现实后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回报黑色镰刀的救命之恩，难道要以身相许吗？回到现实后，刘敏便开始着手调查安尚哲的真实身份，当即发动了追踪技能，目标距离他只有9米，果然他就是徐雅玲的保镖。突然屏幕上2人的距离正在急剧扩大，深夜不好好休息还到处跑，看来是要去找那个男人。当即刘敏便穿好衣服紧跟其后，一路尾随，果然来到了马景睿公司楼下。而这一边，安尚哲一进门就对马景睿一连串的彩虹屁，看到您在全区排行榜中获得了第2名，作为您的下属真是我的荣幸。马景睿知道安尚哲深夜前来肯定不是仅仅为了拍他的马屁，想必一定是有所求，他也不绕弯子，直接询问他想要知道什么。原来安尚哲看到马景睿转职成了黑暗骑士，也想知道这个转职道具如何获得，可对于这个问题马景睿却选择了隐瞒，只是淡淡的解释不过是运气好，杀了几个怪就掉落了。可其实不然，他的转职道具在第1回合就获得了。当他使用赠送的符文碎片时，得到的就是这个黑暗骑士符文，一旦达到10级就会自动转职成唯一职业黑暗骑士。不过这个情报他并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毕竟人都是善变的动物，哪怕是视为亲人的下属也不行。随后安尚哲将异世界被人追杀的事汇报了一遍，听到这里马景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安尚哲作为他最忠心的下属，而徐雅玲也是他旗下公司的财产，动他们就等于打他马景睿的脸。追杀你们的难道是黑色镰刀吗？
安尚哲闻言连忙解释，反而是黑色镰刀救了他们，并且还没有接受他们任何的回报。得知这一情况，马景瑞对黑色镰刀的身份越发感兴趣。他叮嘱安尚哲在下一回合若是遇见黑色镰刀，一定要向他表明我马景瑞欠他一个人情。与此同时，刘敏确认完马景瑞的位置后，便原路返回了家里。对于要不要让马景瑞加入小队，他还在考虑。马景瑞的黑暗骑士虽然是个超级厉害的职业，但却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想要使用黑暗骑士的灵力，就必须为其充能黑魔力。但黑魔力无法通过普通的方法获得，只有不断的杀戮才能为其充能。但换个角度想，这么变态的设定倒是很符合马景瑞的性格，让一个疯子成为伙伴的确有些危险。好在除了马景瑞之外，他还有很多优秀的人选。第二天，他来到了当初购买彩票的那家便利店，对于给便利店带来的麻烦表示抱歉，他递给老板1000万作为补偿。原来因为他连续中了4次头等奖，国家颁布信息直接暂停了彩票的销售，导致便利店的营业额急剧下滑，现在连房租都快交不起了。不过善良的老板并不想收下这1000万，然而刘敏放下支票后转身就离开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女生从老板手上拿过支票，随后便跟在刘敏后面追了上去，并且直接喊出了刘敏的名字。对于这个女生的呼唤，刘敏感到很是疑惑，她转身询问来人是谁。听到刘敏的询问，女生感到一阵尴尬，我是你的同班同学朱莉。刘敏随口说出自己有点脸盲作为推辞，然而其实这一切都不过是刘敏的表演，她早就知道这个女生是她的同学，而且还是便利店老板的女儿。除此之外，更是异世界唯一的辅助。在之前的轮回里遇到朱莉后，得知她是自己的同班同学，也感到很是惊讶，所以她刚才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拉拢她到自己的小队里。片刻后，两人在小公园里面闲聊了起来。朱莉想要将那1000万归还给刘敏，可刘敏仍是果断拒绝了。其实她早就知道朱莉父女不会要这笔钱，不过她却直接摆烂，硬是要他们收下，并且表示这笔钱对于她来说只是小意思，所以让他们不要有心理负担，不然她会愧疚一辈子。说完便开始转移话题，对于刚才没有将朱莉认出来表示抱歉。看到刘敏那一脸诚恳的样子，朱莉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一时心急竟直接站起身，直接指着自己的脸，我长这样子，这下你能记住了吧？刘敏微微一笑回应记住了。这突如其来的笑容顿时就让朱莉羞红一片。见此情形，刘敏乘胜追击，向他索要了联系方式。与此同时，一股心动的感觉涌上朱莉心头。曾经他亲眼目睹刘敏被校霸欺负，可这个男生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始终微笑着面对生活。从那时开始，他便默默关注着刘敏。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个坚强的男生。可直到毕业，他都没有勇气跟刘敏说话。如今上天赐予他如此美好的机会，他绝不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于是转身叫住了准备离开的刘敏。就在朱莉确定完自己的心意后，终于鼓起勇气向刘敏提出了约会的邀请。刘敏并没有拒绝，果断地答应了下来。第二天清晨，两人便早早来到了约会地点。看着眼前这个帅气的男生，朱莉曾经无数次幻想过这样的场景，但真的发生后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最后还是刘敏提前打破了这样的尴尬，两人这才闲聊了起来。很快两人便聊到了异世界发生的事情。朱莉很高兴地表示，她刚升到10级就意外获得了转职成辅助的道具，说着她的手掌上便泛起了一抹绿光。刘敏只觉一股暖意席卷全身，这个技能可以提升玩家50%的能力值，并且持续3个小时，不愧是唯一辅助职业的技能，这效果是其他职业永远无法比拟的。对此朱莉却并不在意，她开心地表示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找她。突然她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当即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紫色水晶，这是她在打怪时得到的物品，虽然不知道具体有什么用，但为了感谢那1000万的帮助，她希望刘敏能收下这个东西。片刻后，两人便结束了这一次的约会。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刘敏却越发的兴奋起来，随即拿出了那枚紫色水晶。虽然相关的说明很少，但她却知道这东西的真正价值。当玩家到达20级以后，便可将其与装备融合。这种水晶共有7种颜色，每种颜色会使装备增加不同的属性值，但唯独紫色最为珍贵，可以提高全部属性值，所以20级后变成了无数人梦寐以求的物品。没想到他竟然毫不费力就得到了，只可惜现在的他还没到20级。想到这里，他也不再过多停留。接下来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。在他完成第一次转职的时候，曾经获得过一个随机黄金带，可这东西因为受幸运值的影响，开出的金币也会不一样，所以他要借助朱莉的技能加持，然后凭借虐杀符文的效果，将黄金袋子的利益最大化。说罢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袋虫子，在现实世界杀死虫子就和异世界杀死怪物一样的效果。当100只虫子被他无情消灭后，他的幸运值也提升到了45点，也就是说他能至少获得3000枚金币。然而当他打开黄金袋子的那一刻，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，恭喜你获得9999枚金币。如此一来，他就拥有了16200枚金币，也就是说现阶段商店里的装备可以任由他购买。除此之外，刘敏刚回到家便告诉了弟弟一个好消息，他之前购买的那只股票竟已经涨到了市值3000亿。听到这个天文数字，弟弟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想到1个月前他还极力劝阻哥哥梭哈，幸亏当时没能成功。然而更令他感到意外的是，在将所有的股票变现后，哥哥却将所有的钱都投资到了一家公司里面。但这一次他并没有阻止，因为他相信哥哥的判断，而刘敏投资那家公司正是天魔马景瑞旗下的产业。在第4回合后，这家公司会在副本经济的推动下迅速生长，至此以后便再也不用为资金不足而担忧。深夜，刘敏躺在床上打开了金币商店。由于商店的道具每天都会随机刷新，所以想要购买到合适的装备非常困难，但对于重生了99次的刘敏来说却不是问题。而今天正是他需要的史诗级装备刷新的时间。骸骨项链除了提升3点智力外，每击杀一个敌人可以增加1%的攻击速度，
而这就是他目前最需要的装备。在使用完赠送的5折装备优惠券后，仅花费2300枚金币便买了下来。而剩下的金币他也不急着使用，因为他要等待一个非常实用的技能出现。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很快又到了玩家们参加游戏的时间。所有人都被传送到了一个废弃的城镇中，在城镇中心赫然矗立着一座巨大的水晶，那耀眼的光芒让所有的玩家都感到一阵诡异。就在他们惴惴不安的时候，赵二狗的身影引起了玩家们的热议。他们都在后悔选了这样一个人当区域领导，顿时把赵二狗气得火冒三丈。若不是领导权限被限制在了10次，他早就把这些人都杀了。突然，一个极不合群的声音响起，只见黄永明一本正经地弯腰鞠躬，非常诚恳地表示要追随赵二狗的脚步。所有人看后都以为他疯了，就连赵二狗都觉得这人一定是个傻逼，可黄永明却直接扑通一声跪倒在他的身前：“老大，我愿侍奉您一辈子，请收留我吧。”从未见过如此离谱的事情，赵二狗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然后在所有人惊愕的目光中，将黄永明收为了小弟。而这一幕也尽收刘敏眼里。看来这一世也正如他预料的一样，当第3回合正式开始，天使的身影缓缓出现，他满脸戏谑地看着脚下的人类，紧接着便开始公布第3回合的规则：3个小时内守护圣物不被破坏，如果圣物被毁，所有人都将受到巨大的惩罚。除此之外，任务结束后会根据玩家杀怪的数量排名，只有排名前1/4的人才有资格存活下来。看到这个规则，所有人都露出了惊恐的神色，但此时赵二狗却一脸得意。如今他手里掌握了10次领导权，这一关应该能够轻松通过。可不等他高兴多久，天使继续宣布了一条隐藏规则：杀死领导者的人将替代他成为新的领导者。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赵二狗，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赵二狗猝不及防，眼看周围的人都准备对他动手，赵二狗只能掏出武器威胁他们。而就在这时，刘敏大步挡在他的身前：“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不如让我来保护你吧。”赵二狗顿时被刘敏这莫名其妙的举动吓得一愣，但他很清楚的知道，眼前的男人肯定不会免费帮他，保护我肯定需要什么代价吧。刘敏微微一笑，的确有一个条件，那就是必须听从我的命令。此言一出，所有玩家都瞪大了双眼，当着如此多人的面被人说要收他当小弟，赵二狗感觉作为老大的颜面受到了威胁，在自尊心的驱使下，他果断拒绝了刘敏的帮助，而这也正是刘敏想要的结果。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跟他划清界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的死活就和我没有关系了。说罢便转身朝着远方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怪物的第一次袭击也正式开始，玩家们纷纷举起武器做好准备。赵二狗便趁机跟在刘敏身后，可刘敏却默默走到了怪物的刷新点。看到他想凭一己之力抵抗成千上万的怪物，赵二狗以为他一定是疯了，可接下来的一幕却彻底让他陷入了恐惧。只见刘敏举起镰刀穿梭在怪物群中，所过之处只剩下了残肢断臂。如此强大的实力永远不是他赵二狗能够觊觎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再次看向奋力杀怪的玩家，必须找一个人保护他才行。他将目光投向了排名第3的黑岩龙，随即便对他使用了领导权。在接下来的时间，他不断在人群中寻找实力强大的玩家，以此来保护他不被追杀。而黄永明作为他的头号小弟，不用赵二狗使用领导权就主动当在他的身前。而这一边，面对潮水般的怪物，刘敏犹如切瓜砍菜，应对自如。很快他的等级就来到了20级，而他的死神技能也迎来了升级，不仅伤害增加了20%，而且还获得了一个新的技能死亡之夜，能使半径500米陷入黑夜。如果配合死亡符文的效果，那他的攻速将进一步提高50%。而就在这时，新一波的怪物再次袭来，如此正好可以试试他的新技能。说罢，一股黑暗之力向周围扩散，在黑夜的笼罩下，怪物们都被遮蔽了双眼，迎接他们的就只剩下死亡的降临。此时刘敏的金币已经累积到了2万枚，他打开金币商店，购买了期待已久的技能洞察，30米内的一切动向都能被他清晰掌控。随着怪物的进攻越来越疯狂，5000名玩家也只剩下了3000名。而这一边，赵二狗已经将10次领导权全部用完，一群人将他围在中间死死护住，可偷袭的人却越来越多，最后能保护他的人也所剩无几。见状，赵二狗只能在掩护下拼命逃跑。他跑到了刘敏身边祈求保护，可看到他后，刘敏却神情冷漠：“我不需要没有领导权的部下。”此刻赵二狗真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接受刘敏的要求。对着追杀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所有人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。就在赵二狗以为自己必死无疑的时候，黄永明站了出来，他嘴上说着：“老大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。”可下一秒却直接一拳轰击在赵二狗的脸上。赵二狗还没从惊喜中反应过来，就彻底陷入了绝望。在黄永明疯狂的输出下，赵二狗就此领了盒饭。随着系统提示响起，黄永明成为了新一任的区域领导者。得到领导权后，黄永明露出了猥琐的笑容，这下他终于可以玩弄徐雅玲了。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时，如此残暴的手段很快就引起了其他玩家的不满，而他也成为了下一个众矢之的。见形势不妙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刘敏身前：“如今我拥有了领导权，只要你能保护我，我就当你的小弟。”这副有恃无恐的态度让刘敏感到很是不爽，他没有立刻答应下来，反而朝着黄永明冷冷一笑：“如果想要我的保护，那就跪下来求我吧。”看着身后虎视眈眈的玩家们，黄永明短暂挣扎后选择抛弃尊严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，并且保证什么事情都听他的。很快，有了刘敏的保护，玩家们只能识趣的离开。渐渐的任务也即将接近尾声，可就在这时，刘敏向黄永明提出了一个要求：接下来的时间，利用你所有的权能将圣物摧毁。听到这话，黄永明震惊了，可他想的不是摧毁圣物后会面临什么惩罚，而是想着如果没有领导权又该怎么得到徐雅玲。于是他抱着侥幸心理想要争取留下一次全能，可刘敏却不容置疑拒绝了他的请求：如果你不想死，就按我的要求去做。说罢便报出了10个人的名字，并且要求控制他们前去破坏圣物。就在刚才，在全能的驱使下，被点名的10名玩家开始疯狂攻击水晶，其他玩家看后都以为他们疯了。
可不等他们来得及阻止，随着一声破裂传出，5000名玩家拼死守护的圣物就这样被破坏。与此同时，所有人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：主线任务失败，天罚代理人即将降临人间。瞬间，所有玩家都陷入了恐惧当中，唯独刘敏的脸上写满了兴奋之色，因为只有他知道，这就是第3关的隐藏任务。然而当玩家们看到了新的任务提示，原本惊慌的他们却又露出了兴奋的表情。请在天罚代理人手上存活30分钟，成功将获得3000枚金币。比起面对潮水般的怪物袭击，他们更愿意在天罚代理人的手上苟活30分钟。而这一边攻击水晶的10名玩家也受到了处罚，他们所有的能力值将永久下降 50%， 而这就是刘敏为什么让别人去破坏水晶的原因。受到处罚的一行人顿时将矛头指向了黄永明，可还不等他们出手，系统便再次传来了提示，因为没有保护好圣物，区域领导者也将受到同样的惩罚。看到这样的提示，黄永明想死的心都有了，可深知自己不是刘敏的对手，只能一脚狠狠踹在墙壁上，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愤怒。与此同时，为了完成这一关的隐藏任务，刘敏使用剩下的金币在商店里购买了一整套装备，再加上魔晶石的组合效果，应对天罚代理人就更有把握了。片刻后，随着一道闪电笼罩天际，天空中赫然多出了一个人影。只见天罚代理人缓缓降临人间，看到身影的那一刻，人们都以为能够在他手上轻松存活下来，但只有刘敏知道，这可是需要5名40级玩家才能完全攻略的 BOSS， 想要在他手上活下来可不容易。上一世2700人中也只有500人活了下来，但此刻刘敏想的却是如何将他杀死。突然，代理人只是轻轻敲击一下权杖，一道紫色光照便从他的脚下向四周扩散，只要被笼罩的玩家能力值都会降低 50%。而当代理人张开翅膀的那一刻，万千利刃便化为箭雨从天而降，被笼罩的玩家无处可逃，只能命丧当场。就在代理人发动攻击的片刻，刘敏一个闪身便绕到了他的身后，然后趁着屏障消失纵身一跃，对着他施展了死亡印记，这样造成的伤害就能提升 120%。同时，刘敏将镰刀对准了代理人的眼睛，随着狠狠一个暴击，代理人的血量瞬间就消失了 40%。由于代理人没有耳朵的缘故，眼睛就是他感知一切的依仗。得手后，刘敏迅速拉开距离，等代理人发现的时候，他早已跑出了屏障的笼罩范围，然后再次趁着屏障消失，他快速靠近夺走代理人的另一只眼睛。没有了视野，代理人就像一个无头苍蝇，只能任由刘敏宰割。被彻底激怒的代理人随即召唤出了剑雨，开始向周围进行无差别攻击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只见刘敏发动死亡之夜，整个空间瞬间陷入一片黑暗，迎接他的只有死亡的降临。随着刘敏的身影再次出现，已经斩下了代理人的2只翅膀，此时的代理人也仅剩下 10% 的血量。就在这最关键的时刻，代理人的被动技能触发，他进入了无敌状态。刘敏见状赶忙拉开距离，看到代理人只能做着无谓的挣扎，刘敏的脸上再次露出了一抹厉色。当1分钟无敌时间结束，刘敏一个瞬移来到代理人身后，随手一刀便斩下他的头颅。恭喜您成功击杀天罚代理人，获得12300枚金币。与此同时，作为第一个杀死天罚代理人的玩家，您将获得光辉符文以及万能浓缩药水，而这正是刘敏为什么要杀死天罚代理人的原因。在未来面对神圣系敌人时，他可以减少 80% 伤害，与此同时每一级能增加1点智力，以及提高神圣系技能 1% 的效果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他额外增加了30点智力和 30% 的技能效果。另外，万能浓缩药水作为制造神装不可或缺的材料，他离既定的目标又近了一步。就在第3回合游戏结束后，刘敏再次以全区域排名第1的成绩拿到了最终奖励，1枚终极稀有戒指以及24000枚金币。只是令所有玩家没想到的是，他不仅一个人就斩杀了3600头怪兽，甚至等级还遥遥领先全区域所有玩家，达到了30级，这让一些人不得不怀疑他是不是提前知道了攻略这一关的方法。就在他们众说纷纭的时候，天使公布了一个残酷的消息，根据每个人在这一回合的贡献值，只有排名前1225名的玩家才能活下来。那些没达到排名的玩家们瞬间就慌了，可任凭他们怎样呐喊都无济于事。随着数千名玩家的身体化为一道道流光，其他玩家的意识也重新回归到了现实。此时徐雅玲猛然清醒，能在这一关活下来，她感到非常庆幸，而这都要感谢她获得的唯一职业召唤师。在召唤兽的帮助下，不仅获得了区域排名第3的成绩，而且还得到了1枚紫色魔晶石。若是把它送给黑色镰刀，不知道他会不会高兴。而另一边，黄永明刚回到现实就接到了朋友的电话，那10个被点名的玩家都是他的好朋友。面对他们愤怒的责骂，黄永明还想狡辩，最后也只能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。与此同时，安尚哲立刻将游戏内发生的事情汇报给了天魔马景睿。得知徐雅玲不仅活了下来，而且还转职成了唯一职业，马景睿顿时就来了兴趣。他吩咐安尚哲若是喜欢，可以尝试和徐雅玲交往。安尚哲闻言神情立刻就慌张起来，当然，我不是让你真的和他交往，只有将他的弱点握在手中，才能真正为我所用。安尚哲面露尴尬，轻叹一口气，马上就答应了下来。但很快他神情一转，满脸愧疚的深鞠一躬。对于之前马景睿安排的任务他没能完成，不仅没有帮上黑色镰刀的忙，甚至连马景睿的话也没能转达成功。马景睿听后并没有责备他，毕竟连天罚代理人都能独自斩杀，有这番实力确实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此刻马景睿也陷入了沉思，对于这样一个强大的存在，他也越发的感兴趣。就在这时，安尚哲提到了集团股票的事情。前段时间一个神秘人收购了他们 31% 的股权，一举成为了集团最大的股东。听到这话，马景睿顿时感到无比震惊，这么大的手笔他也不确定是谁在捣滚，难道是他的几个兄弟之一吗？想到这里，他向安尚哲要来了神秘人的电话。与此同时，刘敏正躺在床上思考接下来的行动，但很快就接到了马景睿的电话。
虽然这个电话他已经等了很久了，但他还是表现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两人经过一番表面工作后，马景睿提出今晚约见的请求，但却被刘敏果断拒绝。他将时间推迟到了明天晚上，因为今晚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在和马景睿见面之前，他还需要将那个符文收入囊中。一般来说，符文可以在特定的回合或者特定的场所，通过特殊奖励以及打怪获得。但刘敏却知道一个不为人知的方法，那就是从现实世界中获得。当然，获得的条件也相当苛刻。在他第11次重生的时候，为了解救被绑架的弟弟，意外得知了获取星之符文的方法。当时他独自面对绑匪，然而绑匪却用弟弟的性命威胁他说出游戏中的隐藏情报。刘敏本以为能简单糊弄过去，没想到绑匪却说出了他是重生者的秘密，而这都是因为他拥有窥探他人内心的符文——星之符文。刘敏重生的秘密终于还是被发现了，而这一切都要从这个男人说起。男人名叫张氏，在第1回合时获得了让身体闪光的符文，可他想的并不是怎样凭此在接下来的关卡活下来，而是借着自己闪光的能力，尾随美女做些见不得人的事。一次偶然，他将咖啡店的美女老板绑到了一个废弃仓库。面对这个禽兽不如的男人，美女老板只能无助的不断祈求放过他。而正是他发自内心的恐惧，让张氏在这里意外获得了星之符文，因此得到了窥探他人秘密的能力。此刻刘敏早已埋伏在仓库的角落里，他不仅要对这个绑架弟弟的人进行报复，而且还要在他之前提前获得星之符文。与此同时，张氏再一次将美女老板绑到了这个仓库。就在他准备上下其手的时候，刘敏的身影缓缓出现。我劝你最好别乱动。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接下来的动作，张氏顿时就火冒三丈，他转身叫嚣着哪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敢坏他的好事。然而下一秒，只见刘敏一个闪身便出现在他身前，镰刀精确无误地命中了张氏的老二，一声淡碎的声音响彻整个仓库。刘敏趁此机会解开美女，让她先行离开。被刚才的暴击彻底激怒，张氏掏出武器就要宰了眼前这个家伙，可他怎么可能是刘敏的对手？当刘敏手上的镰刀再次划过虚空，张氏握着武器的那只手便不翼而飞。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，说着他的身影便再次从原地消失。待张氏反应过来，他的身上已经多出了几道血痕，内心的恐惧让他不自觉就颤抖起来。他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，于是张开手臂想要动用闪光符文，可身上的白光还没有散发出去，就被一股深不见底的黑暗吞噬。早知道他会动用这一招，刘敏就提前使用了死亡之夜，在黑暗的笼罩下，任何光明都将被吞没。随着刘敏的身影再次消失，死神的镰刀再次划过了张氏的身体，没有了四肢的支撑，张氏痛苦地倒在地上。此刻他的眼中写满了惊恐之色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男人要这样对他，明明他们之间无冤无仇。然而刘敏只是冷冷一笑，像你这种只会危害社会的虫子，若是放任不管的话，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遭殃。说罢，刘敏手上的镰刀再一次扎进了张氏的身体。面对这个犹如地狱归来的恶魔，张氏被深渊般的恐惧完全笼罩，身体和心灵上的折磨让他只想一死了之。可刚要咬舌自尽，就被刘敏拦了下来。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让你死吗？说着，镰刀再一次断绝了张氏一切行动能力。张氏倒在血泊当中，不断恳求杀了他，可刘敏的神情依旧冷漠。我跟你素未谋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之前也并不能算没有见过，毕竟未来你不仅会绑架我的弟弟，而且还会得到星之符文，所以我必须替未来解决你这个祸患。然而听到这话，张氏却更加疑惑。可不等他继续开口，刘敏便将镰刀卡在他的嘴里。刚才在张氏求死的时候，他已经得到了星之符文，而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测试这个符文的效果。随着恐惧将张氏的整个身体彻底吞没，他就这样没了声息。聆听到张氏内心那无比痛苦的恐惧，刘敏也看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。不过接下来他还得将这里收拾一下，于是便发动了公用技能清除痕迹。随着一团绿火将周围的一切焚尽，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，明天只需要安心和马景睿见面了。原来为了将马景睿拉入自己的阵营，刘敏特地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就连弟弟看后都以为他是要跟哪个妹子约会。可刘敏听后并没有否认，反而叮嘱弟弟千万不要跟出来。由于最近玩家变得越来越强的缘故，许多罪犯在成为玩家后从监狱中逃了出来，他们在街上肆意猎杀普通人。不久的将来，整个世界都将陷入由玩家主宰的时代，因此在那之前，刘敏必须以压倒性的实力快速提升自己的声望。片刻后，刘敏来到了一家豪华的5星级酒店。虽然这家酒店对外没有公布是谁的产业，但刘敏却非常清楚，幕后老板就是马景睿。为了好好利用这个情报，刘敏还得好好伪装。于是他立刻换上了一副天真无邪的面孔，尽量让自己显得愚笨呆傻。他向酒店前台说明来意后，便被带到了一旁的休息厅。而接下来就是他表演的时刻。只见他一副呆头呆脑的样子，左看看右望望，全然一副乡巴佬进村的架势。就在这时，安尚哲一脸不可思议地出现在他面前。两人刚一见面都为之一愣，这熟悉的面孔让安尚哲感到有些疑惑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刘敏假装一脸错愕，努力回忆，好像是上次送蛋糕时见过。我记得你是徐雅玲身边的那位吧？听到这话，安尚哲连忙弯腰鞠躬，为之前的事例表示抱歉。然而心中却对这个看上去不到20岁的小鬼很是怀疑。刘敏连连摆手示意不用在意，并且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原来天马集团的董事长竟然住在自己的楼上。安尚哲闻言一脸尴尬，急忙解释自己只是董事长的属下，董事长还需要稍后才能到达。紧接着将刘敏带到了一间包厢，刚走出房门，安尚哲便将自己见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马景睿。他看上去不像是能投资这么大金额的人物，可能背后是受人指使的。而另外一边，对于这些刘敏却并不在意，他早就知道马景睿会提前派人来探查虚实，
像他这种对自己严格要求的人，是不可能在这种时候迟到的。就在这时，马景瑞的身影缓缓出现，两人简单自我介绍后便开始落座。然而马景瑞却在没有征得刘敏同意的情况下，就擅自让安尚哲坐到了自己身边，这是想要牢牢把握主导权啊。对此，刘敏仍是表现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饭桌上只是一味的往嘴里塞东西。经过一番观察，马景瑞同样也不认为眼前的年轻人有如此魄力，不仅开始怀疑是不是家族里的哪个亲属在背后指使，但他毕竟是掌控一方势力的董事长，很快就有了打算。对于见到刘敏时的惊讶，他直接就说了出来，不知道刘敏先生今年多大了？刘敏毫不介意淡淡回答，我今年20岁。对于这么年轻的大股东，马景瑞也感到甚是惊讶，如此年轻就这么有钱，难道你是哪个财阀家的儿子吗？如此简单粗暴的询问，不愧是天魔马景瑞。刘敏连忙摆手否认，并且表明在不久之前自己还是个连饭都吃不起的穷学生。马景瑞闻言瞬间就被勾起了疑问，不知道您之前有没有看过那则彩票中奖新闻？而我就是那个连中4次1等奖的人。此话一出，在场的两人都震惊了。但我记得当时新闻里报道的您只中了600亿，为何又会变成2800亿的巨资呢？刘敏嘿嘿一笑，将自己投资股票赚钱的事全盘托出，如此豪横的魄力让马景瑞也感到敬佩。您的运气真好，我记得当时新闻里报道，您中奖是因为在梦里看到了中奖号码。然而听到安尚哲的疑惑，刘敏却神情严肃起来，他果断否定了这个结论。现在他需要说服马景瑞加入他的阵营，因此他说出了令所有人震撼的消息。之所以我能如此幸运，是因为我拥有未来符文，能提前预知未来几年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可马景瑞两人听完都表示深深的怀疑，也就是说你之前能够连续中4次大奖，靠的都是未来符文吗？刘敏给予了肯定的答复，并且表示他之所以选择天马集团，也是因为预知到了未来。可马景瑞听完却更加怀疑了，既然如此，不如你预测一下我接下来会做些什么？面对马景瑞的突然刁难，刘敏却丝毫不慌。如今他拥有星之符文，马景瑞心里那点小心思他自然一清二楚。可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是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一脸遗憾地表示，未来符文有使用限制，所以他并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能力。对于这一点，马景瑞并没有怀疑，毕竟如此强大的符文，有些限制条件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于是便继续追问，刘先生，不知是怎样的未来才让您不惜花费2800亿投资天马集团呢？刘敏神色立刻严肃起来，郑重地表示，在未来的半年内，天马集团将迅速发展，一举成为 H 国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此话一出，马景瑞的脸上顿时写满了兴奋之色。如果这条预言是真的，那他不仅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，还能一举夺得继承人的席位。想到这里，马景瑞的脸上立刻又恢复了平静。对于这条无法证实的信息，他知道自己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与此同时，刘敏继续表示，如果想要实现这一切，您还必须更改公司的业务。可这话传到安尚哲的耳朵里，顿时将他气得火冒三丈。一条无法证实的消息就想让整个公司改变业务，你怎么不让公司连名字也一起改了呢？然而刘敏并没有反驳，既然公司业务改变了，名字当然也需要更改。闻言，安尚哲彻底坐不住了，他质问刘敏是在开玩笑吗？刘敏一脸严肃地看向他，再一次郑重地表示他并没有开玩笑。作为游戏的玩家，你们应该都很清楚，将自己的符文暴露给他人将会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。然而我却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们，这是因为作为将来一起工作的股东和伙伴，我希望帮助公司一起成长。可这些话并不能打消安尚哲的顾虑，他劝马景瑞千万不能相信。刘敏轻叹一口气，再次说出了让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，安科长，难道你没有想过，我为什么会那么巧住在你的楼下吗？马景瑞闻言顿时一脸疑惑，这件事他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安尚哲连忙将事情的经过解释了一番，这才打消了马景瑞的疑虑。得知这件事，马景瑞对于刘敏预知未来的能力更信了一成。但此刻刘敏深知这些还远远不够，于是继续说出了马景瑞的秘密。您作为欧盛集团的长子，这家酒店其实是您手上的产业吧，并且天马集团也是秘密成立的，为的就是以此得到您父亲的认可。安尚哲彻底被这些话激怒了，他站起身大声质问，究竟是谁派你来的？这些事情可是只有极少人才知晓的。对此马景瑞却并没有表现得异常激动，反而一脸平静地让安尚哲冷静下来。虽然最后他还是承认了这些事情，但对于刘敏的身份他仍然保持着怀疑。说实话，我的确怀疑你是别人派来陷害我的，光凭您之前那些话就想让整个公司更改业务，听起来确实有些荒谬。当然，我也希望未来符文是真实存在的，毕竟谁不愿意用它来发展自己的公司呢？说到这里，马景瑞便以和其他股东商议为由，向刘敏表示告辞。对于这样的结果，其实刘敏早有预料，看来只能用那个方法了。就在马景瑞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刘敏直接叫住了他，若是我将第4回合的情报告诉你了。这一刻，就连马景瑞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惊讶，难道你连这个也能预知到吗？只见刘敏微微一笑，这些信息应该足够证明我的能力了吧。片刻后，安尚哲对于刚才的失控再次向马景瑞道歉，对此马景瑞并没有深究。而对于刘敏刚才说的，安尚哲还是心存疑虑，既然他能预知未来，可为什么他不选择好好生活，反而要来帮助我们呢？或许他是想要赚更多的钱吧，毕竟人性的贪婪是永无止境的。然而安尚哲仍是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他还想多说些什么，却被马景瑞制止。如果他真的拥有预知未来能力，那么我会不惜一切让他站在我这边，至于他是不是真的能预知未来，就让我们走着瞧吧。此时刘敏已经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刚才他将第4回合的任务告诉了两人，这一关的任务不是杀怪，而是玩家之间的厮杀，所以你们一定不能放松警惕。至于那些隐藏的支线任务，他并没有告知，毕竟他说的那些就足以证明他真的能够预知未来。相信当第4回合结束，马景瑞一定会将他视为宝物，好好保护起来。只需一辆跑车，就能让你暗恋已久的女生当众向你表白。而坐拥2000亿资产的刘敏却连一张驾照都没有。直到这第100次重生，
他才终于通过了驾驶证考试。于是第一时间便给自己买了一辆超跑。当他开着跑车来到朱莉家的便利店门口时，却被当成了没有素质的富二代。就在朱莉想要上前理论一番时，车里却探出了一个熟悉的面孔，正是自己暗恋已久的男生。朱莉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随口问道：“这是你的车吗？”刘敏只是微微一笑，对于将车停在店门口表示了抱歉，然后邀请朱莉上车慢慢聊。随着嗡的一声，跑车便消失在城市的街道上。这还是朱莉第一次坐这么高级的车，看着窗外不断闪过的景象，心中既好奇又兴奋。这辆车你花了多少钱？刘敏只是淡淡的回答：“不贵，只要9亿。”听到这个回答，朱莉震惊的无以言表。什么不贵？你知道9亿可以开多少家便利店了吗？刘敏却仍是一脸淡然。对于他所拥有的资产来说，这点钱的确只是9牛1毛。朱莉却沉默了。这一刻，他感觉自己和刘敏犹如2个不同世界的人。不过对于现在这种氛围，他却很喜欢，就像2人在约会一样。突然，刘敏表示自己有件事想要坦白。这话听到朱莉的耳中，却被他理解成了刘敏想要和他表白，脸上瞬间泛起了一片嫣红，脑子想都没想就问要跟他告白什么。刘敏听完一脸尴尬，连忙表示误会了。他是想告诉朱莉关于自己中奖的事情。其实他并不是因为做梦时梦到了中奖号码，而是通过未来符文看到了未来的景象。朱莉听到这个解释，尴尬癌都要犯了。现在他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，不过脸上仍是表现得毫不在意，然后将话题转移到了符文上。你的未来符文看上去太棒了，可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呢？刘敏淡淡一笑，你不是也告诉了我你的职业吗？这样才算公平啊。然而朱莉却认为他只展示过自己的能力，这样并不公平，于是便将自己获得的符文也告诉了刘敏。原来他在第1回合的时候得到了保护符文，根据半径10米内玩家的人数，就能获得相应数量的保护屏障。说完这些，朱莉长舒一口气，能将心里话都讲出来，感觉舒服多了。可他仍是好奇为什么刘敏要和他说这些。突然刘敏的神色严肃了起来，因为如果我不告诉你真相，那么接下来的话你可能不会相信。紧接着他便将第4回合的情报说了出来。听完这些，朱莉的脸上只有一个大写的惊讶。接下来的回合你一定要小心身边的玩家，时刻保持警惕。看到刘敏对自己如此关心，朱莉的心中再一次泛起了涟漪。难道他是因为喜欢我才这么做的吗？回到家后，万年直男想起了刚才发生的事情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朱莉竟然喜欢自己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重生了100次才发现这一点。不过或许这是一件好事，这样就能更容易将他拉拢到自己的阵营中。时间飞逝，很快便到了第4轮游戏开始前5分钟。刘敏从商店中购买了一双可以隐藏武器的手套，搭配他的死亡之夜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随着第4轮游戏正式开始，所有玩家再一次被传送到了游戏世界。黄永明作为上一轮的区域领导者，他的属性被永久下降了 50%。看到这个惩罚，他对黑色镰刀的恨意越发浓烈。现在他没有了10次领导全能，接下来的第4回合又该怎么通过呢？再加上周围虎视眈眈的玩家，他早已成了众矢之的。虽然他对黑色镰刀恨之入，可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仍是无能为力。最后只能将所有希望寄托在黑色镰刀的身上。他一改刚才怨恨的神色，谄笑着朝着刘敏走去。我们第3回合的约定还有效吧？听到黄永明的声音，刘敏却嘿嘿一笑。现在的你已经毫无价值，所以我不需要你这种下属了。全球1亿8千万人被传送到异世界参加比赛，却只有521人能存活下来。他们需要在这场游戏中相互厮杀，而作为上一轮区域领导者的黄永明，失去了领导全能的他变成了众矢之的，最后只能再次找到刘敏寻求庇护。可刘敏只是冷冷开口，现在的你已经毫无价值，不过只是一个行走的活靶子，但你也不用担心，现在大部分玩家都已转职成功，领导全能的作用已经大大缩小，玩家们也会渐渐意识到抢夺区域领导者的位置并不划算，所以盯上你的人应该不多。虽然听到了刘敏的解释，黄永明还是很不放心，只希望尽快把这个权力交给别人。就在这时，徐雅玲和安尚哲径直朝他们走了。为了答谢之前的救命之恩，2人特地前来再次表示感谢。可这话听到黄永明耳中，却让他勃然大怒，这是在当众打他的脸。就在他准备动手时，却被刘敏拦了下来。感谢的话说一遍就够了。说罢转身便准备离开。看到刘敏一副毫不领情的样子，徐雅玲也有些不知所措，急忙开口将刘敏叫住，然后从口袋掏出一块紫色的魔晶石。黑色镰刀先生，谢谢你上次救了我们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诚意，请您务必要收下。当看到竟然是一块紫色魔晶石，刘敏也不由得一愣。眼看刘敏没有任何回应，徐雅玲还以为他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，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刘敏却接过了他手上的魔晶石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收下了。这样的好东西送到眼前，他又怎么可能轻易拒绝呢？不过他的脸上仍是表现出一脸的淡然。与此同时，他发动了心之符文，在听到徐雅玲的心声后，这才确定他们也不知道这东西的价值。不过这时黄永明的心声却让他感到有些吃惊，他竟然也有一颗这样的石头，而且还是爆率极低的黑金刚石，也不知道这家伙是走运还是倒霉呢。见刘敏将水晶收入袋中，徐雅玲便继续开口，不知道您是否需要魔法护盾，我可以召唤精灵帮您生成一个。然而刘敏却果断拒绝了他的好意。见状，2人这才满心遗憾地转身离开。不过此时刘敏却盯上了黄永明，你确定不需要我的帮助吗？这话传到黄永明耳中，不禁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刚才不是还要赶他走吗？现在怎么又变了？只见刘敏缓缓开口，虽然打你主意的人变少，但你始终还是一个活靶，如果想要我帮忙，你也可以拿东西来换。
比如刚才徐雅玲给我的那种石头。一听这话，黄永明顿时就兴奋起来，连忙从背包里掏出黑金刚石递了过去。刘敏接过石头后，为了避免怀疑，便继续询问黄永明还有没有其他东西。黄永明还以为对方想要自己身上的装备，于是开口连连否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这样吧，我会遵守约定，不让你变成活靶子。说罢便转身朝一旁走去。与此同时，天使的身影缓缓出现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么第4回合游戏正式开始。3个小时内，玩家们需要相互厮杀，只有521个人能活下来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惊慌。然而此时却有玩家提出疑问，是不是每个人只需要干掉一个玩家就能活下来？天使露出邪魅的笑容，单纯的杀死玩家是不能完成任务的，只有排名前521名的人才能活下来。至于排名顺序，这可就是秘密了。然而只有刘敏知道，这根本不是什么狗屁秘密，明明就是上面的人下达了封口令。在这该死的游戏中，天使只不过是一个介绍员，而主办方则另有其人，所以每次天使隐藏特定规则时，肯定是得到了主办方的许可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请大家尽情厮杀吧。随着3小时倒计时正式开始，玩家们一个个面面相觑，都不敢轻举妄动。可这时黄永明却露出了兴奋的表情，看来玩家们不愿杀他反而是一件好事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尽情动手。突然刘敏悄无声息来到他的身后，黄永明顿时被吓了一个机灵，连忙询问找他有什么事情。只见刘敏冷冷一笑，然后掏出了死亡镰刀，我不是说过不会让你变成活靶子吗？说罢镰刀径直划破虚空。随着刘敏的镰刀划过黄永明的喉咙，黑色镰刀成功斩获本轮游戏的第一滴血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弹出提示，恭喜您完成隐藏任务，在限定时间内击败区域代表，奖励低级魔法卡牌1张。刘敏心中暗喜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。然而看到这一幕的玩家却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黑色镰刀居然瞎人了。几个圣母纷纷站出来指责他是个瞎人犯，刘敏只是冷冷地扫了众人一眼。这些人明明心里也想干掉区域代表，可如今却站在这里批判自己。不过对于这些，刘敏却并不在乎，黄永明只是杀戮的开始，他不过只是点燃了这个导火索而已。与此同时，一些别有用心的玩家开始煽风点火，试图激起其他人的怒火。可拥有心之符文的刘敏又怎会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？此刻玩家们群情激愤，他们大声责问：你瞎了人竟然还笑得出来？然而话音刚落，系统便发出了全服公告，刘敏成为新一任的区域代表。瞬间全场鸦雀无声，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秒。看到他们的反应，刘敏不禁觉得好笑，人性果然就是如此。你们怎么不喊了？难道是因为我当上区域代表就感到害怕了吗？听到这话，刚才叫得最欢的玩家一时间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而就在这时，玩家们惊讶地发现，刘敏头上的名字突然变成了红色，而这正是天使游戏的规则，凡是瞎了人的名字就会变成红色。这就意味着人们会为了给自己瞎人找个理由，优先猎杀红名的玩家，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自己也会变成红名。就这样周而复始，直到所有玩家完全厮杀在一起。可此刻玩家们还在犹豫要不要动手，这一幕并不是刘敏想要看到的，只有让玩家们相互厮杀起来，他才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关。随即他冷冷开口，若是你们不想被别人杀掉，那就最好先下手为强，毕竟剩下的时间可不多了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为的就是加快游戏的进度，因为如果玩家们再犹豫下去，可能连天使限制的521人都达不到，那样死去的人将会更多。这边玩家们听完刘敏的话，纷纷讨论了起来，每个人都想活下去，可每个人都不敢轻易动手。这时就连徐雅玲也感到有些不知所措，她询问安尚哲，难道我们真的要像黑色镰刀说的那样吓人吗？安尚哲给出了肯定的答复，黑色镰刀说的没错，所以你也应该做好心理准备。与此同时，玩家们的争吵愈演愈烈。就在他们犹豫不知该对谁动手的时候，有人提议大家应该联手瞎掉黑色镰刀，但却又遭到一些人的反对。你觉得我们凭什么能干掉一个30级的玩家？一时间两方差点就因为这个打了起来，但最后还是碍于面子又没人敢动手。看着他们犹豫不决的样子，刘敏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不过对此他并不担心，因为很快他们就会开始明目张胆的吓人。而就在这时，刚才被刘敏一刀斩了的黄永明竟安然无恙地坐了起来，他打着哈欠，完全不像死去的样子。玩家们看到这一幕，犹如看到了僵尸一样，纷纷将目光定在了黄永明的身上，全场再次陷入了一片哑然，直到有人被吓得大喊一声，他竟然还活着，这才将玩家们从惊讶中拉了回来。玩家们纷纷开始猜测，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一轮中死去的人可以复活？一时间全场陷入了一片哗然。渐渐的，玩家们的顾虑逐渐消失，既然每个人都能复活，那瞎人便再也没有了道德的约束。而刚才就蠢蠢欲动的一名玩家，知道这一规则后，突然就对身旁的女人发起偷袭。既然你们都不敢动手，那我就拿你做个实验好了。这一幕虽然仍有很多玩家表示抵触，但始终没有人上前阻止，而是全都静静地站在一旁等待女子复。10分钟之后，女人也如同黄永明一样重新站了起来，她大声朝着众人怒吼道，究竟是哪个混蛋偷袭的我？此时动手的男子不仅没有感到一丝愧疚，甚至还想故技重施。可不等他再次出手，另一名壮汉已经举起武器砍在了他的身上。一时间整个世界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疯了似的开始相互厮杀。这一刻人性的恶尽显无疑，看着每个人都已经杀红了眼，刘明也知道时机已到，他召唤出死神镰刀，只见一道寒芒划过，前方几名玩家便倒在了他的脚下。可即使如此，仍有不知死活的家伙想要趁机偷袭，但最终的结果早已注定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大笑引起了刘敏的注意，只见一名叫黑火龙的男人正在疯狂地屠戮着玩家。从名字的颜色来看，他至少已经杀了10人以上，而这都是因为他在第一回合获得了一个吸收符文，只要击败对手就能吸收能量，敌人越强吸收的能量就越多，而当能量槽充满之后，就可以获得一点随机属性。看着不断增加的能量槽，
他露出了贪婪的神色，想到若是他能击杀30级的黑色镰刀，那他应该能获得很多属性点。不过他还是有自知之明，深知现在惹上了那个家伙，自己一定会非常麻烦。最后他将目光重新放回到普通玩家的身上，听着玩家们口中传出的哀嚎，他的精神得到了无比的满足。这轮游戏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，不断复活在扑向他的玩家，就是让他不断变强的捷径。在解决完面前的玩家之后，黑火龙准备朝着另一片区域杀去，可就在这时，刘明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，死亡之夜释放，整个世界瞬间被黑夜笼罩。伴随着一道嗡鸣传出，下一秒黑火龙便身首异处。画面一转，醒来的黄永明一开始有些不知所措，可在确认死亡并不是真正的死亡之后，他露出了阴狠的表情。那些背叛自己的人，现在他要一个个找他们算账。与此同时，一名弓箭手对准了2名身受重伤的玩家。就在他准备结束这2人的性命时，黄永明却热情地凑了上来。可下一秒，黄永明凶芒毕露，一掌将弓箭手的脖子压在了地上，一拳又一拳轰击在弓箭手的头上。黄永明将所有的愤怒宣泄到了这个好朋友的身上。你之前不是说下次见面就要宰了我吗？现在你怎么不还手了？画面一转，此刻的徐雅玲并不能像黄永明那般应对自如，对于这种杀戮他只能尽力去适应，可心理上始终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排斥。安尚哲一眼便看出了徐雅玲的异样，他脸色一沉，虽然自己能帮徐雅玲解决面前的麻烦，但如果不能让她自己成长起来，怕是最后也没办法完成董事长的嘱咐。而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徐雅玲身后，一把匕首狠狠刺向徐雅玲的要害。安尚哲一个闪电击落了他的武器，然后反手一剑将男人击倒在地。可他并没有杀了男人，而是让徐雅玲过来补刀。从没有杀过人的徐雅玲颤颤巍巍地举起了武器，想到之前黑色镰刀说的话，终于狠下心结束了男人的生命，但事后的生理反应却让他呕吐不止。片刻后，距离游戏结束只剩下了1个小时。经过安尚哲的一番协助，目前徐雅玲已经干掉了50多个玩家，这些数量已经足够让他进入排行榜。安尚哲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剩下的时间他要专心为自己考虑。随着时间越发紧迫，此刻的刘敏加快了速度，他必须获得本轮游戏排名第1的奖励，因为他知道第20轮的 BOSS 到底有多强，所以他不能浪费每一个变强的机会。可第4轮的游戏还有个隐藏规则，那就是干掉相同的玩家不能多次得分，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寻找新的面孔。不久后，随着一道道金光将每个玩家包围，第4轮的游戏终于落下帷幕。此刻的玩家们还沉浸在杀戮中无法自拔，但这时天使的笑声缓缓响起：肮脏的人类，虽然你们把这里搞得一团乱，但你们的表演确实很有趣。说罢，那些死去的玩家瞬间恢复了生机。可此时仍有玩家因为被杀在那骂骂咧咧，直到天使一道阴冷的声音传出，整个空间这才陷入了一片安静。随后天使揭晓了这轮游戏的隐藏任务，但只有黑色镰刀一个人完成了任务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所有人都无比后悔，为什么当初自己不早点把黄永明干掉？这边黄永明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只感到一阵后怕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这么遭人记恨。接下来天使开始宣布本轮游戏的排名情况。在得知多次击杀同一人不能重复得分后，很多玩家瘫倒在了地上。根据击杀情况，全区域第1名黑色镰刀共击杀722名玩家，而黑暗骑士马景瑞则排到了第3名。看到这一轮游戏的第1名仍是黑色镰刀，天使也露出了震惊无比的表情。没想到他仅凭1人就干掉了这个区域 70% 的玩家。而得知这一信息后，所有的玩家犹如看到了真正的死神，望向黑色镰刀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。作为当前区域的第1名，刘敏获得了终极铠甲选择权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血色暗杀者。这件装备不仅拥有60点防御，还额外增加 5% 的攻速和移速，这是目前最适合他的一件装备。同时作为全区域排名第1，他还可以选择一件特殊的奖励。毫无疑问，他再次选择了在第5轮游戏中获得额外的经验加成。待所有奖励发放完毕，天使也将对排行榜之外的玩家进行处罚。因为第522名的分数是30分，所以凡是击杀人数低于30人的玩家都将迎来死亡。随着一道道光芒从天而降，这些玩家的身体化为点点星光，逐渐消散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的眼神中也只有无助与绝望。在第4轮游戏正式结束后，所有玩家都重新回归到了现实。可这边安尚哲刚回来便焦急地闯入了马景瑞的房间。马景瑞两眼星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，原来是安尚哲一直联系不上他，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情，这才焦急忙慌地闯了进来。马景瑞欣慰一笑，这轮游戏他的消耗巨大，所以一回来就趴在床上睡着了。安尚哲恍然大悟，说的也是，毕竟您获得了全区域排名第3的成绩。对此马景瑞却并不满意，他已经拼尽全力才堪堪击杀了433名玩家，可排名第1的黑色镰刀却比他足足多出了300多名。拥有如此实力究竟是怎样的怪物？想到若是对方能和自己联手，那后面的游戏一定可以安心很多。随后马景瑞想到了刘敏，若是能通过他的先知能力探听到黑色镰刀的情报，那一定可以大有帮助。现在的两人在经过第4轮的游戏后，都非常相信刘敏拥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对于让他成为自己的商业伙伴，马景瑞也表示了肯定。至于公司未来的发展，也一并听从了刘敏的建议。随后他让安尚哲一定要对刘敏保持尊敬的态度，即使你不喜欢他，也要赞美他，跟着他的节奏走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他那里得到有利的情报。听完马景瑞的话，安尚哲也感到非常惭愧，自己的鲁莽差点坏了董事长的大事。既然如此，今晚你安排一个派对，届时邀请刘敏先生和他的亲朋好友参加，一同庆祝我们能在这轮游戏中活了下来。次日，刘敏邀请了朱莉一起吃饭，为了庆祝活下来，刘敏表示今天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所有消费他买单。前往餐厅的路上，朱莉再次对刘敏表达了感谢，要不是你提醒我至少要击败30个玩家，
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对此刘敏并不在意，因为即使自己没有告诉对方这个情报，朱莉也能凭借自己的智慧活下来。和徐雅玲这种温室里的花朵相比，朱莉就像是野外的小草，坚韧而又自强。片刻后，两人来到了餐馆，可等到所有的菜都上齐了，朱莉仍是迟迟没有动手。毕竟她第一次杀人就杀了30多个，心理上总是感到很是愧疚。刘敏一眼便看出了朱莉的异常，他安慰朱莉不必太过内疚，毕竟这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无可避免的，所以我们必须活下来，因为我们的家人还在等待我们醒来。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朱莉的内心，想到若是自己再也醒不过来，那爸爸该会多么伤心呢？这一个他终于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谢谢你的鼓励，我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。很快，两人就将桌面的美食饕餮一空。饭后，刘敏也不绕弯子，直接表明他想和朱莉分享第5轮游戏的情报。朱莉听后十分震惊，难道你又预知到了未来吗？是的，第5轮游戏将会非常艰难，而且区域之间会相互合并在一起，也就是说我们能在游戏里相遇吗？刘敏否认了，但他还是表明在未来的回合里他们终将会见面的，而这其实是刘敏故意隐瞒他们会在第5回合相遇，为的就是隐藏自己是黑色镰刀的身份。说罢，刘敏一脸严肃地看向朱莉，第5回合会非常困难，你可能连测试都无法通过。他颤颤巍巍地询问，那我该怎么办呢？见他一副神情紧张的样子，刘敏继续安慰道，你必须在任务开始之前找到黑色镰刀，然后寻求他的帮助。朱莉一听，心中不由一颤，你说的是那个全区域第1名的黑色镰刀吗？可对方又怎么会随意答应我的请求呢？刘敏微微一笑，虽然你是在寻求他的帮助，但这也是一种合作，毕竟你的技能对于黑色镰刀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帮你的。听完刘敏的解释，朱莉显然还是有些担忧，看来他还是不知道自己的技能到底有多么厉害。随即为了让他安心，刘敏继续解释，这都是他预知到的未来，黑色镰刀不仅会帮助你，而且你们的合作会一直持续下去。有了刘敏的预言，朱莉这才放下心来，她微笑着看向刘敏，作为回报，她施展了技能祝福，随着一股暖流席卷全身，刘敏只感觉身心无比舒畅。回到家后，趁着祝福时间还没有失效，刘敏取出了那张魔法卡牌，只要开启它就可以随机获得1到5个低阶魔法石，运气值越高，获得的数量就越多。但这对于刘敏来说却毫无意义，毕竟现在她的运气值已经达到了84点。至于向神明祷告那些举动更是狗屁，因为他知道设计这个破游戏的幕后黑手可能就是神明。想到这里，刘敏不再犹豫，他再次下定了决心，一定要毁掉这个游戏。与此同时，系统弹出提示，恭喜您获得5颗低阶魔法水晶。看到这样的结果，刘敏也感到有些惊讶。在以往的轮回中，哪怕是向神明不断祈祷，他最多也只获得过2个，可现在他对着神明大骂几句，却得到了5个。果然就连神明也欠骂。接下来他将低阶魔法水晶进行合成，使魔法水晶的等阶进一步提高。在将全部水晶镶嵌完毕之后，它的属性也再次迎来了大幅提升。傍晚，刘敏接到了马景瑞的聚会邀请，于是他叫上弟弟，想让他一同开开眼界。可在得知邀请他们的是天马集团的继承人之后，弟弟却被吓得哆哆嗦嗦起来。片刻后，两兄弟收拾完毕，准备前往聚会。可刚打开房门，安尚哲就在门口早已等候多时。他先对上次见面时的粗鲁表示了抱歉，然后表明是专门来接他们前往酒店的。对此，两兄弟都没有放在心上。画面一转，众人来到了酒店，可刚一下车，马景瑞就亲自上前迎接他们。两人在门口寒暄了片刻，然而这段时间却把弟弟紧张的不知所措。幸好马景瑞注意到了身边的小家伙，几句话便化解了他的紧张情绪。随后众人来到了包房，在推开房门的那一刻，金碧辉煌的装修就再次让弟弟大为震惊。身为暴发户的弟弟哪里见过这等场景，一下子就愣在了原地。而就在这时，房门再次被推开，只见一名曼妙女子缓缓走来，正是当红明星徐雅玲。此刻的她褪去了荧幕上的高冷，显得如此温婉动人。只见徐雅玲面露歉意的表示，她刚才参加了一个演员的葬礼，这才稍微来晚了一些。对此，马景瑞并没有放在心上，他招呼徐雅玲上前自我介绍。可当看到刘敏两兄弟的时候，瞬间露出了惊讶不已的表情。没想到马景瑞口中的大股东竟然是给自己送年糕的邻居，但他毕竟是见多识广的当红明星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可此时的弟弟却完全被徐雅玲吸引住，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和女神接触，原本稍微放松的心情又再次紧张了起来。眼看事情逐渐向着自己所预料的方向发展，马景瑞的心中暗喜。用餐时注意到弟弟那狼吞虎咽的样子，马景瑞也为自己一整天的精心准备感到满意。然而接下来他的一句话却让他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。刘先生，您怎么不带上您的父母一同前来呢？此话一出，刘敏的眼神瞬间暗淡了下来。我的父母很早就已经去世了，所以弟弟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马景瑞的表情瞬间凝固，此刻他想死的心都有了，自己怎么会蠢到问这个问题？眼看场面一度陷入尴尬，他赶紧将目光转向了一旁的徐雅玲。可此刻的徐雅玲压根就没有注意到马景瑞的眼神，无奈马景瑞起身将徐雅玲叫到了外面。然而徐雅玲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你觉得今天的食物好吃吗？徐雅玲还天真的回答非常好吃。然而下一秒，只见马景瑞脸色阴沉的看向他，
你觉得我今天让你来就只是为了吃饭吗？面对马景睿的质问，徐雅玲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她一直以为自己只是单纯的被邀请参加一场聚会。马景睿很是无奈，难道安尚哲没有告诉你那人的身份吗？他可不仅仅是公司的大股东，而且还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。此话一出，徐雅玲瞬间张大了嘴巴。对于这一点，她确实不知道，安尚哲并没有告诉她。你觉得我们为什么一直要讨好他？那是因为如果他能告诉我们下轮游戏的情报，那对于我们能否活下来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利用好你那漂亮的脸蛋，尽可能的让他爱上你。闻言，徐雅玲再次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可很快他就拒绝了马景睿的要求。我不是一个可以随意出卖感情的人。马景睿一听，脸色瞬间阴沉下来。你如今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给予你的，难道你不应该报答我一下吗？这句话犹如一把利剑，狠狠插进了徐雅玲的心脏。他说的没错。这一刻，徐雅玲默默地低下了头。回到房间后，马景睿再次邀请刘明两兄弟换个地方快乐。然而当刘明与徐雅玲擦肩而过的时候，徐雅玲又犹豫了，这可把马景睿气得直冒火。好在这时弟弟突然走了过来，他一脸激动地表示自己是徐雅玲的粉丝，希望能和偶像合影一张。徐雅玲笑着表示没问题。眼看形势发生了逆转，马景睿立刻就给徐雅玲发送了信息，要求徐雅玲改变目标，拿下弟弟。看到马景睿的信息，徐雅玲更是不知如何是好。难道自己真的要去勾引一个无辜的粉丝吗？而这边马景睿正在为自己的计谋沾沾自喜，只要能拿下刘敏的弟弟，那他也能轻易得到下一轮游戏的情报。片刻后，众人来到了 VIP 房间，那暗红色的灯光无时不刻在暗示着什么。不过这些又怎能逃过刘敏的法眼？在心之符文的作用下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随后他让徐雅玲和弟弟现在门外合影，而他自己则独自看向了马景睿。只见他神情冷漠，你觉得我是傻瓜吗？你和徐雅玲说的那些话，难道是觉得我预知不到吗？此话一出，马景睿瞬间冷汗直冒，正想解释什么，可刘敏并没有给他任何机会。马先生，如果您还想继续跟我合作，那你最好不要对我有所隐瞒。眼看自己的诡计被当场戳破，马景睿吓得瞳孔巨缩，浑身不自主地颤抖起来。他连忙开口表示自己并没有恶意，我只不过是想拉近我们之间的关系而已。可对于利用自己弟弟这件事，无论是何目的，这都是刘敏无法容忍的。他再次厉声警告，如果你再做出如此举动，那我们的合作就真正结束了。了解到刘敏的意思之后，马景睿如释重负，他再次郑重地向刘敏表示了抱歉，请原谅我愚蠢的举动，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安尚哲不合时宜地推开了房门，看到自己的老板竟会如此卑躬屈膝，他对刘敏的想法也越发重视。不过这尴尬的一幕却让马景睿非常尴尬，他佯装整理衣服，责问安尚哲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，随后吩咐对方没有他的允许，任何人都不能进来。我和先知大人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商讨，你先带其他人在隔壁的房间等候片刻。对此刘敏并没有多说什么，可他的神情依旧冷漠。我知道你想了解下一轮游戏的情报，我接受你的邀请本来就是想告诉你这件事情，但考虑到你刚才的行为，现在我有必要重新思考是否与你合作。闻言，马景睿后悔不已，他只能低声下气地恳请刘敏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眼看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刘敏也不再继续追究，随即他说出了自己的要求。如果你想继续跟我合作，首先你必须毫无保留地相信我，其次对于公司的发展，我希望您和其他股东不要过多的干涉。马景睿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。刘敏满意的点了点头，随即说出了第5轮的游戏规则。第5轮游戏将会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一轮，虽然这次的任务表面上是击杀300只半兽人，但由于区域之间会进行合并，玩家的实力会相应的提高很多，也就意味着完成任务的难度将会大大增加。可听到这个消息，马景睿却兴奋地笑了起来。区域合并，也就是说我有机会遇到黑色镰刀吗？刘敏听完却摇摇头，这轮游戏你们暂时还不会相遇。马景睿疑惑，难道您知道黑色镰刀的真实身份吗？我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我们很快就会和他见面。除此之外，刘敏还郑重地强调了一件事，那就是让马景睿停止对黄永明的追杀，如果你碰到他会吃苦头的。马景睿想要追问为什么，可这却让刘敏露出不悦的神情。我说过你必须毫无保留地相信我，而这些就是我能告诉你的全部信息。其实此刻刘敏心中想的是，黄永明目前还有利用价值，所以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快就死。宴会结束之后，为了发泄心中的怒火，马景睿化身成了黑夜里的恶魔，在城市的角落里肆无忌惮地猎杀那些肮脏的人类。此刻一名男子浑身是血，在黑暗的巷子里疯狂逃窜，然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那恐怖的脚步声总是如影随形。随着一柄漆黑的长剑狠狠落下，几道寒芒划过，男子再也无力支撑他那残破的身体。只见马景睿冰冷地看向眼前的男子，眼神中没有丝毫怜悯。男子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要杀自己。马景睿冷冷一笑，对于你这种连儿童都不放过的人渣来说，死亡才是你真正的归宿。说罢，黑色长剑再次落下，一股诡异的能量散发而出，将男人的身躯团团包裹，任凭他怎么哀嚎都无济于事。就这样在黑暗的笼罩下彻底失去了生机，而这正是黑暗骑士的专属全能，必须通过不断的杀戮才能补充施展技能的黑暗魔力，而通过杀人获得的魔力会比杀死怪物获得的更加充沛。这对于喜欢杀人的马景睿来说，黑暗骑士简直就是最适合他的完美职业。正当马景睿以为没人知晓他的秘密的时候，身后却传来了一丝异响，可转头望去却发现是一只小花猫。马景睿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为了惩治恶人，他故意将他们引到这个没人的地方，
若是被人发现，那死掉的人将会更多。但突然，马景瑞想到了刘敏，他能看到未来发生的事情。或许对方早就知晓了自己是连环杀手的事情，可他为什么还要跟自己合作呢？看起来事情越来越有趣了。与此同时，刘敏回到家后看到了一条让他兴奋不已的信息，因为在现实中能够获得的5大符文之一——复制符文。为此，他向一个反政府组织提交了申请。原来，自从天使游戏降临这个世界，除了世界人口急剧减少之外，许多获得异能的玩家回归现实后，开始无视法律，肆意犯罪，因此从中也滋生了许多妄图颠覆国家的组织。他们开始大肆招揽玩家，而这个胖子也被他们的宣传所吸引。他就是第4关被黑色镰刀连杀5次的黑炎龙。此刻，为了宣泄心中的怒火，他在学校大开杀戒。由于他在游戏中获得的天赋是吸收符文，只要击杀达到一定数量就能获得随机属性，也就是说杀得越多他就越强。可杀死同学积累的点数已经无法满足他的贪婪，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了其他玩家身上。但想要接近其他玩家并不容易，直到当他看到有玩家组成的联盟发出的招揽信息，他毫不犹豫就提交了申请。几日后，他根据面试地址来到了一处偏僻的咖啡屋，推开房门却只看到了2名玩家，一个是身穿粉红帽衫的少年，另一个是长相猥琐的衬衫男子。看到黑炎龙的出现，衬衫男子连忙上前招呼，原来他就是负责这次招募的面试官。他向黑炎龙介绍，帽衫少年也是前来面试的玩家，游戏昵称叫小毛哥。两人相互简单打过招呼后，黑炎龙却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这家咖啡馆不仅地处偏僻，而且连监控都没有。对此，面试官表示这是专门为了面试选择的地址。这家咖啡馆只有老板娘一个人，现在正在后厨为他们准备食物。听到这些，黑炎龙立刻就起了坏心思。他相信哪怕自己现在将这里的人都杀了，也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。不过他还是按捺住了杀意，毕竟如果他想要接触更多玩家，就必须加入到联盟里。于是他向面试官询问，现在可以开始面试吗？面试官却让他们稍等片刻，因为还有一个面试者未到达。也就在这时，门口缓缓走来一个黑色西装的男子。看到最后一人终于出现，面试官连忙上前迎接。他开口询问对方游戏里的 ID， 可下一秒却被那个名字激动的愣在原地。我的游戏名字叫黑色镰刀。原来就在几天前，这个反政府组织在网上开始第3次会议。在过去的1周时间里，因为他们的核心成员中有个女生认识记者，通过宣传申请加入他们的玩家暴增了2000多人，而其中有几人引起了他们的特别注意。一个是凭借10级水平就获得区域第3名的黑炎龙，另一个就是区域排名第4至10名的小毛狗。他们2个都被当成了候选干部的人选，因为衬衫男子是他们组织高层中年龄最大的，所以面试的任务就交由他去负责。只不过没想到的是，全服排名第1的黑色镰刀也向他们提交了申请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面试官殷勤地向黑色镰刀表示欢迎。西装男子傲慢地坐了下来，他一脸不屑地向其他人介绍他叫黑色镰刀。然而这却让黑炎龙吓得够呛，毕竟在游戏里他被黑色镰刀连斩5次，这个名字已经成了他永远忘不了的梦魇。所以他曾发誓，如果在现实里能够遇到黑色镰刀，他一定要问问对方和他到底有什么仇，为什么要杀他那么多次。可当他向西装男子说出自己的昵称时，西装男子却没有丝毫反应，这不禁让黑炎龙开始怀疑，难道他这么快就不记得我的 ID 了吗？对此，一旁的小毛哥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因为只有他知道，他才是黑色镰刀这个 ID 真正的拥有者。刘敏，此刻刘敏只觉得对面那小子真搞笑，虽然现在他也是个冒牌货，但他知道对面的男子才是真正的骗子。这家伙在游戏里的 ID 叫库库鲁宾，是个为了钱做尽各种诈骗的职业骗子。虽然他现在还不怎么起眼，但在得到复制符文后，变成了一个恶名昭著的罪犯，作奸犯科无所不做。不过幸好，一切如刘敏所料，他要好好利用这家伙得到复制符文。就在几人相互打过招呼后，面试官开始向他们确认个人的现实信息。刘敏随便编造了一个名字和职业，至于小毛哥这个游戏 ID， 他也是借用了其他玩家的名字，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满足得到复制符文的条件。想要得到复制符文，就要冒名顶替其他玩家，在藏着符文的地方杀人。在所有人介绍完自己的真实信息后，面试也进入到了最后一个环节。只见面试官露出了一脸的邪恶，很好，你们的条件都非常不错，只要你们能通过最后的测试，就可以正式加入组织，而这最后的测试就是需要你们杀人。听到这个要求，刘敏假装露出了一脸的惊讶。面试官向他解释，因为政府害怕超越人类的力量，所以他们排斥玩家，想要对玩家进行管制，但他们的组织却认为未来玩家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所以为了打造一个不被法律束缚的世界，他们需要表明决心，而杀人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不过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可以马上离开，但离开的人以后就再也无法得到我们的帮助。刘敏心里清楚，这些话其实是在警告他们，只要离开的人就会上他们的黑名单，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强迫玩家杀人，让他们难以抽身。对于这一点，黑炎龙倒没什么反应，但西装男却沉默了。眼看几人都没有离开的意思，面试官拍了拍手，很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最后的测试吧。于是他叫来了老板娘，表示自己想去洗手间，需要老板娘帮他把车开过来。
然而就在老板娘将车停在门口之后，一双手却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只见面试官一脸狰狞地掐住老板娘的脖子，不一会就将她掐晕了过去。而这正是他们将面试地点选在这里的原因。老板娘就是最后的测试道具。片刻后，面试官将几人带到了一处偏僻的仓库，他将老板娘丢到地上，直接询问西装男要不要先来。虽然西装男是个诈骗惯犯，但在现实里杀人他还是第一次，所以也显得有些为难。也就在这时，刘敏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能不能让我先开始？”面试官有些惊讶，没想到看起来最胆小怯懦的人竟然想第一个动手，于是询问西装男要不要把这件事让给对方。西装男眼看逃过一劫，自然爽快地答应了下来。只不过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将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。刘敏缓缓走过西装男的身边：“谢谢你，我会好好利用复制符文的。”西装男一脸疑惑地转过头，正当他想要询问对方是什么意思的时候，刘敏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头颅。下一秒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冒牌黑色镰刀就此饮恨西北。看到这一幕，面试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，他颤抖着声音吼道：“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竟然杀了黑色镰刀大人！你是不是疯了？”刘敏只是冷冷地回头瞥了他一眼，顿时就把面试官吓得一个激灵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的气质瞬间变了，这个眼神简直就像猛兽一样。与此同时，刘敏的耳边也响起了系统提示：“恭喜您冒名顶替其他玩家杀死他人，成功触发隐藏条件，获得稀有道具复制符文。”顿时一股金光涌入刘敏的身体，而这时的面试官还在不明所以地质问刘敏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刘敏直接戴上一张白色面具，因为那家伙竟敢冒充我。说着，他大步朝着面试官走去。不过很显然，面试官并没有反应过来，我是要你杀这个女人，而不是杀死黑色镰刀。刘敏并没有理会他的怒吼，而是捡起地上的头套，再次为老板娘戴了上去。你问我为什么要杀他？当然是因为那家伙是个垃圾，而你也是。此话一出，面试官勃然大怒，他直接召唤出武器，想给对方一点教训。可这也将是他这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，因为此刻，一把散发着猩红气息的黑色镰刀缓缓出现在刘敏的手中。当面试官看到刘敏手上那把巨大的镰刀时，整个人都震惊地惊叫了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把镰刀就是他的武器吗？他满心疑惑，自己在这游戏里闯荡这么久，可从未听说过有玩家会带着这么大的镰刀。面试官不禁喃喃自语起来。不过很快，他就想起了好像确实有这么一个以巨大镰刀为主武器的玩家。刹那间，小毛葛之前说过的话在他脑海里迅速拼凑起来。难道？面试官眼神在死去的黑色镰刀和小毛葛之间来回游移。看来你已经把情况弄清楚了。刘敏挑衅地抛出这么一句话，顿时面试官的声音止不住地颤抖起来。你是黑色镰刀大人？只见刘敏嘴上说着抱歉，脸上却满是嘲讽。而当他高高举起大镰刀那一刻，气场和之前判若两人。一种强烈的直觉在面试官心底涌起，这个人就是真正的黑色镰刀。他立马意识到自己在这场游戏里怕是在劫难逃。随后面试官便毫不犹豫扑通一声跪了下来。在他看来，如果对方真的是黑色镰刀，自己若是抵抗，那无疑是以卵击石。对不起，黑色镰刀大人，您演得太好了，我没有认出您来，求求您饶了我吧。面试官苦苦求饶着，然而刘敏却果断地拒绝了他。面试官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，他眼睛眨了眨，而这竟然成了他这辈子的最后一个动作。随着咚咚两声，面试官的头颅像熟透的葡萄重重地撞在地上，滚落的头颅正好碰到了黑岩龙的脚尖。黑岩龙惊恐地大叫起来，与那颗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的头颅四目相对，恐惧如同冰冷的蛇一样钻进他的腹所。他自己都还没完全相信眼前发生的这一切，没想到这人真的是黑色镰刀。他连对方什么时候挥动镰刀都没看清，只看到面试官的头颅瞬间落地，黑岩龙吓得浑身颤抖不停。面对这不可侵犯的存在，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感让他连呼吸都困难起来。也就在这时，刘敏冷冷地开口：“现在就剩下你和我了，最后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”刘敏给了他一个说话的机会。黑岩龙好不容易克服了恐惧，勉强开了口：“求饶的话就不说了。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，你是想知道我在第4轮时为什么杀了你5次吗？”黑岩龙听到刘敏说出这个他一直想问的问题，顿时他的瞳孔骤然放大。刘敏淡定地回答：“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要遏制你。当时在场的人中，你的实力看起来还算不错，所以我需要除掉竞争对手。”听到这话，黑岩龙仿佛憋了3天的便秘终于得到了解决，然而很快他又陷入了沉默，因为此时的他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很想跪地求饶，但一想到面试官一求饶就惨遭杀害，他觉得这么做无异于自寻死路。于是他向刘敏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为什么想要杀我？”刘敏的回答简单干脆：“因为你是个垃圾，你跟着他们进到这里，不就是为了杀这个女人吗？”黑岩龙还想狡辩，虽然如此，但我还没动手。可刘敏的神情依旧冷漠，袖手旁观也是一种罪行。黑岩龙没有回答，但脸上的表情显然是不认同的。刘敏叹了口气：“好吧，你和其他垃圾不同，只有袖手旁观的罪过，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”顿时黑岩龙的眼睛里闪烁起了希望的光芒。不过我有个条件。刘敏用镰刀轻轻敲击着地面，
把你身上的东西全都交出来。尽管这话听起来像三流强盗说的，但黑岩龙二话不说就从背包里取出了物品，毕竟生命可比这些东西珍贵多了。看着黑岩龙一件件掏出的物品，刘明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橙色和黄色魔晶石，还有可以在商店出售的装备等等。如果把这些物品全都卖掉，至少能拿到2000金币。黑岩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刘敏的反应，表明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了。由于斧头和其他一些装备不是从商店购买的，无法再次出售，所以刘明只捡起了魔晶石和几件装备放进自己的背包。黑岩龙疑惑，其他的东西您不带走了吗？不需要，你留着用吧。黑岩龙一边收拾地上的装备，一边看着刘敏，眼中写满了期待和不安。那您真的会按照约定放过我吗？刘明假装思考地摸了摸下巴，然后像施舍一样点了点头。好吧，既然有约在先，我会放你一马。黑岩龙似乎没想到刘敏真的会放过他，连连鞠躬，仿佛要磕108个头。对此刘明只是让他别再这样了，以后好好做人，尸体你自己处理吧。说完，他便自顾自地扶起了倒在地上的女子，一瘸一拐地向外走去。看着刘敏离开的背影，黑岩龙终于松了一口气。他本来以为今天自己必死无疑，没想到只是损失了几件物品就保住了性命，这简直是赚到了。黑岩龙心中庆幸不已，再次深深地舒了一口气。然而，这种空虚感是怎么回事？他的空虚感不仅没有消退，反而渐渐变成了烦躁，甚至还有些愤怒。我错了吗？只是稍微旁观了一下，就被抢走了物品。他感到无比委屈，虽然面对强者的现实他只能屈服，但现在重要的是，那个拿着黑色镰刀的人正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他的背影不断映入黑岩龙的眼帘，完全无防备的状态。不管他是谁，只要从背后用斧头砍下去，他就会死吧。更何况现在自己手里正握着一把斧头。黑岩龙陷入了两难的选择，是冒险偷袭毫无防备的黑色镰刀，还是安全的转身离开。不过犹豫并没有持续太久，如果能杀死像黑色镰刀这样的高级玩家，一定能提升大量的属性吧。眼前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黑岩龙相信，如果错过了，他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此刻黑岩龙的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，握着斧头的手紧了紧，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跟在黑色镰刀的后面，可能是搀扶着女人的缘故，黑色镰刀的行动显得有些迟缓。黑岩龙心中暗念，拜托，千万别发现，只要再靠近一点就能下手了。就这样，黑岩龙小心翼翼的，直到已经接近到5步之内，黑色镰刀依然没有回头。也就在这时，黑岩龙猛地举起斧头，去死吧，你这混蛋！他口中吐出听不见的咒骂，用力挥下了斧头。只听咔嚓一声，熟悉的感觉通过斧柄传到了手中，这正是头部被劈开时的感觉。不仅是感觉，实际上也是如此。黑色镰刀无力地倒在了地上，我竟然这么容易就杀死了黑色镰刀，一种解脱感顿时涌上黑岩龙的心头。同时他也意识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，无论等级多高，只要脑袋被劈开就必死无疑。强烈的快感让黑岩龙狂笑起来，真是个白痴，为什么要在我这种人面前露出后背？此刻黑岩龙的眼中没有丝毫同情之心，他尽情嘲笑着那个头颅被劈成2半的尸体。毕竟这个人曾5次夺去了他的生命，同时他的脸上也充满了期待。虽然现在的他已经有不少同等级的经验值堆叠，但杀死黑色镰刀时经验值会增加多少呢？然而他站在那里等了很久，依旧没有显示经验值增加的消息。按理说一旦经验值增加，消息应该会立即弹出的。也就在这时，他的身后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听到有人说出了自己的心声，黑岩龙顿时被吓得猛地转过头去，只见那个已经被他杀死的黑色镰刀，此刻竟然完好无损地站在他的面前。